仙人境，3位老祖也挡不住。无涯，你虽当了公主，但也不可懈怠修行，竟连低境界小姑娘都解决不掉。宗主，他不会连我们也杀了吧？早该走的，看什么热闹？想走都走不掉了！快解释，我们不是冰宫之人！闭嘴！现在说话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你们宗门不是有3位斩道巅峰老祖吗？还不出现？是感受到本仙尊先逃了，还是不敢出来？闭嘴！我宗老祖自有衡量，轮不到你评价。既然不现身，冰宫就此化为灰暗。有仙尊陨落。不对，为何没有半分打斗波动？大陆合拢了，剑痕也消失了。仙人老祖像宰鸡般死了，快逃！追！斩出剑气的，是你前任剑主。白玉京掌教下落多年，怎会突然出剑？师尊，你回来了。冰宫损毁几座洞府，折了数人。新宫死了仙人老祖，2位上3境长老，还有1位上3境，被你斩去道区。师尊，剑气来源可有眉目？祖师玉真子也只差1步，并未飞升。冰宫更没有靠山。洛尘宗那几人还要切磋吗？已走，胜负已分，不必再比。师尊，我突破灵宫了。心结一解，道途自开。师尊，若那位仙人境先出手，结局会变吗？中州宗门多有仙人境坐镇，可不到宗门灭亡绝不出手，甚至有人看着宗门覆灭都不动。为什么？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打不过。非也，修士晋升仙人境后，用的不再是灵力，是仙力。仙力虽强，没法像灵气那样轻易获取，只有破境时才能恢复增长。出手一次少1分，仙人境不到迫不得已绝不出手。只有这一个原因吗？自然不是，仙人境熬了不知多少岁月才到这地步，一出手千百年积累就全没了。仙人境离飞升只剩1步，稍有不慎满盘皆输。俗话说人穷胆子大，富贵惜性命。绝天老祖明显是看到徐道友的先天仙兵贪了。师尊以前不都喊他徐小友吗？怎么这次想道友？他已晋升游虚境，自然要换称呼。你再见他得喊前辈，以后他说不定是冰宫大长老，甚至3位公主共治都不一定。情况怎么样？没追上，新宫看着硬气，逃起命来比兔子还快，还是让他们跑了。也好，穷寇莫追，他们以后没胆量再来了。那是。小双双，可有找出那剑气的来处？难道这位穆长老是我老丈母娘？没有，他除了斩了那位仙人境，其余人1个未伤，冰宫也无损失，想必是有非敌。公主，不必再查此人身份了，前辈不愿现身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师弟，你瞒的师姐好苦啊！师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能瞒你什么？你说呢？10年晋升上3境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藏了修为，图谋不轨？还有你哪来的太清剑？你是不是在追仙宫被老东西夺舍了？公主，你怎么还让他坐在这儿？就该镇压在寒冰狱，严刑拷打，审问一番。副公主，本宫心想，你应该先冷静一下。是啊，师姐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所以，师弟闭关要晋升上3境，公主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难怪你见他雷劫毫不惊讶，难怪你之前抢青莲宗圣物，原来是为了他冲击做准备。亏我还以为你是……那师弟有先天仙剑，公主你也早就知道了。公主，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？你这是把我当外人了吗？你本来就是。
他晋升上3境都引出了新宫仙人镜，要是早让人知道，他还能安然站在这儿？他是本宫的弟子，是本宫让他不许说的，你较个什么劲？说的好有道理。小双双，这便是你收的弟子。都说了，不准再喊本宫小双双，从小喊到大，俺改的。况且在外人面前又没这么喊你。按你从小的性子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收徒，没想到收了个男徒弟，改性子啦。他是九灵窍修士，本宫不收，难道让别的宗门收走对抗冰宫？这可不像你作风。换以前你只会弄死他。当年有个九灵窍女修，你偏不收，没蹊跷我不信。他当年救过本宫一劫，学会了冰宫秘法，本宫才非他不可。救过你，发生了何事？我晋升上3境后生了太阴之力，需离火丹压制。当年误入洞天，被蛟龙伤了，是他救我。小家伙，你师尊说的都是真的？师尊说的分毫不差，就是如此。小栓栓，你说你体已经生出太阴之力了？是，穆长老有办法解决。没办法，接着吃离火丹吧。太阴之力是机缘，修成后铜镜你再无敌手。穆长老，看样子你先前便认识那新宫宗主，数百年前闯机缘之地认识的。当时铜镜他野心就大，没想到现在赶来打冰宫。原来相熟啊，那为何还打不过他？还要引得仙人镜出手？差着一镜呢。再说小家伙的太清剑威力强但难控，不然我早打他屁滚尿流。小家伙，你才刚晋升上3境，太清剑就认你为主了？怎么笨笨的？有话就说，我又不像你师尊冷的人不敢开口。晚辈有个问题想问，穆长老，你与我师尊是？你师尊没告诉你，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晚辈觉得穆长老像是师尊的母亲，师尊十分信任你，二人关系极好。分析得很对，不过猜错了，你师尊母亲是我姐姐。那你觉得本尊和你师尊谁更漂亮？穆长老仙姿卓然，师尊清冷如月，二位自是平分秋色。哦，他是你师尊，你这么想，该不会有什么不轨的想法吧？穆长老说笑，公主是我师尊，晚辈万分尊敬，不敢有多余想法。所以说你是之前不敢，不是不想了？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你还真觉得本尊会为难你不成？穆长老可真喜欢开玩笑。不过你之前不敢，现在进上3境也该有这个胆子了。你就算大逆不道，我也不插手。穆长老可真是爱开玩笑。小双双，你之前说的太阴之力是不是已经开始反噬了？之前的事了，晋升游虚巅峰后，只有每月寅月才会反噬，离火丹能压制。冰宫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是否需要禀报3位老祖？不必，打斗动静那么大，他们早就知道，没必要多此一举。师尊，冰宫东东老不会是怕了仙人镜修士吧？3位老祖有人精通命理，早就算到冰宫有惊无险，没神秘剑气，他们也有准备。不过你小子敢编排师祖，说你有欺师灭祖之心，还真没说错。师尊，穆子言走远了，弟子来了。动作倒是快，事情总算结束了，穆子言也走远了，能让弟子解解师尊眼了吧？穆子言不像你师姐，可能随时过来。穆子言若有心隐藏气息，为师未必感受不到。我不管，发现就发现，大不了摊牌。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总算活过来了，还是师尊抱着舒服。不闹你了，就这样抱会儿。对了，师尊，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还有个小姨啊？你又没问。是我疏忽了。那除了穆子瑜，冰宫还有师尊的其他亲人吗？没有，整个东周都没有。本宫的亲人只有穆子瑜一个。不知道，为师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。记事起就和穆子瑜在冰宫，师祖见我是九灵窍，收我做亲传，阴差阳错便当了公主。其实争论起来，穆子瑜应当还是为师的师姐。师尊没问过穆子瑜你们来自哪里吗？问过，穆子瑜只说我母亲是穆子瑜亲姐姐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，我也便没再问。师尊不想这些，从今以后你就有第2个亲人了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师尊，为何你总是喊穆子瑜穆长老啊？宗内总要称职务，就像在外面穆子言也喊我公主。今天嘛，就是想看看你会把穆子言猜成什么身份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以后私下我也喊穆子云小姨好了。不行，错是没错，但穆子言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儿，一说不就暴露了吗？说的也是，那咱们这关系什么时候公开？总不能一直偷偷摸摸吧？再等一段时日，总得让穆子言先接受你吧。我觉得穆子言现在就挺接受我的。不要脸。其实我觉得一直瞒下去也挺好。师尊不觉得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很刺激吗？不喜欢，本宫怎么会喜欢这种事情？你个坏胚，还死了！师尊，弟子已经20年没休息了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回玉衡阁吧。不行，从今日起你不能再留宿玉衡阁，会被人发现的。不行，闭关对你来说是2年，对我来说是足足20年。我师尊瘾还没解，必须睡玉衡阁。真不行，
穆子言说不定现在正用神识观察玉衡峰，你不回去肯定会起疑心的。小双双和徐青云在做什么？怎么聊这么久？徐青云给点力呀，千万别出来才好。我家小双双这么多年第一次接近异性，难不成真想正道无情飞升天外吗？算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上三境能瞬移了，可要是穆长老还留着神识盯梢怎么逆办？徒坏胚，本宫都撤了禁制了，怎么还不知道偷偷过来？以前不是挺叛逆的吗？怎么现在就这么听话了？拼了！师尊肯定给我留着门呢。逆徒，本宫不是喊你回去了吗？怎可偷偷过来？快出去！是吗？不是师尊特意给弟子留的门吗？怎么现在又赶弟子走呢？胡说！本宫那是忘了。那没办法了，弟子现在出不去了，不如就在这里将就一晚吧。你干什么？逆徒！师尊于我而言从来不只是师尊，还是我心心念念的师尊娘子，算什么逆徒？本宫不管，你刚出关就想着欺负为师，那不是师尊自己答应的吗？凌月寒宫山门前，师尊说待我破关出来就让我亲的。本宫何时答应你什么过？师尊记不得没关系，第一次记得就行。明天早上早点回去，切莫让外人看出异常。师尊，咱们现在怎么搞得像偷情似的？乱说什么？师尊说的对，确实不算，最多叫偷香。弟子都晋升上三境了吧？那穆长老那边你怎么说？总得让他先适应一段时间。师尊说的有理，穆长老那关应该不难。师尊弟子的师尊瘾又犯了，需要师尊缓解。弟子师尊瘾犯了，师尊总得给地方解解勘吧。而且师尊距仙人境还早，以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要适应呢。逆徒，你怎么什么说得出口？不知羞，坏徒！师尊，弟子说修炼到仙人境艰巨，哪里不知羞了？师尊在想什么呢？逆徒，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弟子是什么意思？除了做坏事，师尊还想让弟子想什么？毕竟弟子要等师尊100年，还有手艺簪在。师尊作为师尊娘子，总得帮帮弟子吧？师尊，弟子怎么感觉你的腰跟闭关之前好像不一样了？逆徒，你什么意思？是嫌本宫胖了吗？那倒没有，师尊身材在弟子心中一直是最完美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可能是弟子闭关太久没摸，手感都生疏了。逆徒，你想干什么？逆徒，坏胚，坏东西，真不要脸！我跟我师尊娘子要什么脸？谁是你娘子了？不是娘子，那难道是凝霜姐姐？不许说了！师尊说过，只有外人在的时候不能喊，你还故意喊。好，那我等会儿再喊。而且师尊，你总不能一晚上都这样按着我吧？你还想如何？夜深了，弟子想休息了，师尊把手放开呗。胡说！你20年都没睡过，现在怎么会困？你明明是想……弟子闻不着师尊的味道就睡不着，闭关时师尊不在身边，根本睡不好。醒醒，该回你洞府了。在这儿睡着比洞府香。少废话，走了。睡够了，神清气爽。师姐，这么早过来有急事啊？你小子跟我一起过来。怎么还有我的事儿？师弟，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大男人还用香露了？师姐多久没来了？是小院莲池的冰莲花开了。这不是公主院里的冰莲香，冰莲不是一直开着，今日香味怎会更宜人？还好反应快，差点露馅儿。师姐鼻子也太灵了。你们俩过来做什么？公主日理万机，我过来自然是有事禀报。公主，你还记得新宫这次来犯的理由是什么吗？问这个做什么？知道。你新宫那老匹夫说是你们师徒放走了他们的镇石宗烛龙，说烛龙在东周作乱，我预感冰宫将乱，便没管。还好公主当时没下山，现在冰宫安稳，这烛龙我们该管，是天大的机缘。尤其是师定胜上三境，可敬其他3宗早就暗中联合，要抑制冰宫发展，和坠仙谷之争时一样。坠仙谷之争怎么回事？已经结束了？半年前就结束了，我们早成了3宗的眼中钉。要不是新宫来犯和那神秘一剑，3宗早就打上山了。烛龙绝不能让出去。这种小事，副公主自行决定便是，何必专门来请示？那烛龙是游虚巅峰，我一人打不过，你们抢的伏龙鼎正好能用。所以，今日你是来借伏龙鼎的？冰宫现在我管，公主想拿回去，我去取也行，但伏龙鼎得借我用用。伏龙鼎不在本宫手里。你闭关前就说要抓烛龙当正宗神兽，鼎在你手里，你也进了上三境，不如你去。你师尊说的对，我和你师尊走不开，冰宫上下就你最适合出手。穆长老出关了，但让斩刀萧氏出手丢冰宫的脸，他也未必愿意去。师姐，你刚说那烛龙现在只是游虚巅峰？只是，
这是吸了众多灵脉才升到的游虚巅峰。你2年前遇到他时境界更高，当时他便是游虚巅峰，现在应当星共大阵和伏龙顶压的修为倒退。定是如此。所以师弟，你是打算去了？当然，抓回来给丧彪做个伴也是极好的。拉倒吧，就你那傻狗的修为，你就不怕烛龙把丧彪吞了？星宫宗主都斩到8境了，还有仙人9境的老祖，怎么没把烛龙抓走？他们本来是奔着兵功和法宝来的，打算回去再收烛龙，没想到在这儿就失败了。师姐，那烛龙现在在什么方位？东隅，现在叫西楚。数年前一夜亡国，那手段和公主的意境像得很，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。那家伙张狂得很，你到了神识一探就找得到。不过此行你除了烛龙，还要小心其他人。师姐说的是其他3宗的修士。妙音门穆清流前阵子被你师尊打伤，昨天出关伤愈还修为大涨，距游虚后期只剩1步，真是走了狗屎运。那老妖婆当年在坠仙谷阴了我一手，你可千万小心她。哦，师姐在外也有吃瘪的一天。那老妖婆抢了我的9天冰皇旗，我回宗养了大半年的伤。行，师弟要是有能力，就帮你把9天冰皇琴抢回来。你打算何时去？明日吧。烛龙是游虚巅峰，他们没这么快能收服。师弟，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修为从何而来？师姐，你不是问过了吗？这真不能说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难道是顶级宗门大人物的私生子，藏来东周的？啊！师姐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这么离谱？你10年境上3境，早就传遍东周了。我说的已经是最正常的猜测了。那不正常的是什么呀？你这次下山，自然就听见了。修为不能说，那4柄仙剑和先天仙兵怎么来的？总能说吧？捡的？不想说就不说，没必要找这种蹩脚谎言。哼，走了。尊，这真的是捡的，说真话怎么还不信了？师姐，我说是家里继承的，你信不？穆长老，坐吧。前几天见本尊也没这么拘谨。小双双，你收的这弟子真孝顺，天天来请安，昨夜大半夜才回吧？他刚晋升上3境，有疑问请教本宫很正常。小怎么知道你偷窥玉衡阁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身负太阴之力，前几天又大战，怕你半夜反噬。小姨是你唯一的亲人啊。不过你出关真让我意外，之前你院子除了师尊，我和小月月谁都不能进，现在居然收男弟子。收了弟子总要教导，来玉衡阁方便。哦，真是这样。孤男寡女整座御风就你们俩，不怕别人说闲话？我们师徒清清白白，怕何人说闲话？又何人敢说？也是，就你这冻死人的性子，谁会往你身上想？穆长老，我是正常的，你说的那种我不感兴趣。只是打个比方，衬托你师尊修无情道，你别在意。不过你小子真撞大运了，能让小双双收你做弟子。他怎么知道我中了大运？还2辆？原来是误会，还以为穆子言会读心术。之前和师尊的事岂不是全暴露？小姨今日来找本宫是有何事？不会单独就为了调侃几句吧？当然不是，小姨是来找你徒弟的。我？你师尊的性子你也清楚，本尊以为他这辈子不会收徒，没想到竟收了你。本尊作为你师叔，总得给你件像样的礼物。你有6柄仙剑，法宝功法应当都不缺。本尊思来想去，竟没什么好送。不送了？当然不是，有还是有的，就是你用上的几率可能不太大。此乃本尊意境蕴养所化，能防斩巅峰，全力一击，激发后能瞬移千里。游虚境我上设有先天仙兵傍身，若遇斩道境修士，这花瓣便是保命记账。今日来玉衡峰还有另外一事，是小闯闯你的大事。本宫有什么大事？你的本命飞剑冰魄仙剑，你继承30多年，都已是游虚巅峰，竟还没将它祭炼本命法宝。它是玄道剑体，天生清净剑道，又是9灵窍，太清剑急着认主也正常。哦，玄道剑体，难怪才游虚初期就能让先天仙剑认主。小姨这次来是想助你祭炼冰魄剑，成为你的本命道兵，届时你的剑道能更进一步。我不急是有考量，我体内太阴之力强盛，游虚境营月时还需离火丹压制，冰魄剑蕴含本命道兵，会不会加重反噬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小双双，你当真要修习太阴之力吗？太阴之力已与我本源相融，除了散功重修无法去除，到仙人境便是机缘，我为何要放弃？好，只要你认定就行，小姨自有办法让你在10年之内突破斩道，甚至更早。这么快？什么方法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小姨又不会害你，届时自然知晓。不过突破前反噬恐会更强，那便劳烦小姨了。此事日后再说，现在先帮你祭炼本命圣器。逆徒有12灵窍和手艺簪又如何？本宫定要早日突破斩道境，绝不让你爬到我头上。除了闭关，我都在玉衡阁睡。昨夜太疯，师尊不会真不让我去吧？再拖下去，和师尊贴贴的时间都没了。站住，不许过来！怎么了，师尊？我今天没惹你生气啊。
天还没黑就过来，坐那儿去，不许做坏事。逆徒，去收服烛龙，切记小心。若其他3宗有收服的苗头，你保命为先，直接斩了烛龙。我尽量。烛龙巅峰时期实力不明，不一定能赶在别人前面动手。要是师尊一起去，烛龙肯定是兵攻的。这次不行，为师有事走不开。你都上3境了，还要我跟着，不怕被人说吃软饭？吃师尊软饭那是我有本事，别人想吃还吃不着呢。我家师尊娘子软饭好吃，爱吃，想吃。兵宫现在是师姐管着呀，师尊到底有什么大事？哼，为师的事你少管，等你回来自然就知道。之前师尊每次都陪我去的，我闭关20年才跟师尊贴2碗啊。现在你都上3境了，又有小姨给的护身花瓣，东周没人伤得了你，我还跟着干嘛头？哦，师尊，真只有这一个原因吗？当然了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原因？真没有吗？没有。是吗，师尊？依弟子来看，师尊分明是怕弟子在外面招花惹草吧？不然上次在望月城，弟子竟先上商道，师尊为何那么生气？不仅毁了人家天机阁遮掩神识查探的大阵，弟子追出去，还差点刺了弟子一剑。谁让你不听为师劝告，在外面和别的女子独处一室，还背着为师的，活该！当时本宫就该再出一剑的。哼！师尊，我当时不是说了吗？那里是天机阁暗堂，有神识遮蔽很正常啊。而且也不是孤男寡女独处，好吧？不是还有李子阳长老的弟子在吗？若他不跟着，弟子就算是死也肯定不进去的。哼！本宫不信。师尊必须要信。难道师尊对自己还不自信吗？天下间又有哪个女子比得上我家师尊呢？花言巧语，你昨天才说的本宫和小姨平分秋色。弟子不是觉得木长总是师尊小姨，又是带师尊长大的长辈吗？这么说来都是算我的岳母了，不得说点好听的哄她开心，不然以后她不同意我和师尊的事儿怎么办？哼，她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所以说，在弟子心里，师尊还是天下第一的好看。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？本宫才不信呢。弟子有师尊就够了，其他别有所图的女子来了，弟子自然会赶走。男子也是。那倒不见得。之前那群来玉衡峰脚下急着来找你的天泉峰女修，你不是一个都没赶走吗？师尊，你明明都知道的，这是师姐给你设的局。而且当我派丧彪下山去赶了，只是丧彪中抗病没赶走，后面弟子还亲自去了，只不过也被苏师姐传音拦了下来。她是在助我撮合师尊，我若不按她的意思办事，她肯定会有所怀疑的。为师知道的，但本宫见有别的女子觊觎你，本宫就忍不住，所以才出剑了。弟子也知道，但当时只能那样了。奇怪了，本宫与你之事在外向来是做的滴水不漏的，你师姐是怎么知道的？好像一直在暗中助推。师尊，这事儿师姐可能早就有猜测了，因为弟子见到她的那一晚，她便对弟子使用了那满是桃花的意境，弟子在里面将师姐看成你了。你没对她做什么吧？当然没有，当时弟子已经修习了9连清魂功，神魂不同凡人，只一瞬便清醒了过来，但还是喊了他一声师尊，恐怕他当时便已经察觉了。难怪他这么明里暗里的给本宫设套，原来你这逆徒刚上山就有的欺师灭种的心思了。还好为师带你回冰宫时你没立誓，不然早就万劫不复了。为了师尊，弟子就算万劫不复也愿意的。不过我们这样瞒着师姐，好几次都把她耍得团团转，以后公开了她会不会生气啊？她自己发现不了的，怪不得我们。况且这是我们师徒俩的事，她生什么气？其实本宫不是怕你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是怕你太过招蜂引蝶，别的艳艳莺莺来招惹你。今天小姨说的不错，本宫生性冷清，就算对你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冷冷清清，难道你不会介意吗？不介意，一点都不介意。相反的，弟子还觉得师尊要是像之前那般冰冷不屑，拿出仙子师尊的威严最好了，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。你胡说什么？仙长，在下陈胜，久居昭月城，仙长第一次来吧？有什么不懂尽管问小的。你说久居昭月城，
3年前昭月城之人不是都死绝了吗？县长明鉴，死的都是官员和修士，凡人一个未死。小的当时外出进货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那你可知，最近出没于东隅的烛龙现在何处？县长，那等存在，小的怎敢靠近？传闻烛龙好几日没现身了，各宗修士都在找，可谁也没找到啊。那算了，昭月城我3年前也来过，不用你介绍。县长，是我呀！3年前您来东周商会找灵药，小的是当时的商会会长啊。县长今日来此，也是来看4宗修士争夺烛龙的热闹的。前辈是来看4宗擒龙的吧？烛龙没找着，不如先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皇宫。凡人皇宫再金碧辉煌，能比得过山上琼楼玉宇？晚辈说的不是建筑，是人。当年东夷灭国，满朝文武都冻在太极殿，神态跟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尸首一直冻在宫里没人处理？那是上3境修士的意境，别说凡人，修士都挪不动半分，还有人专程来砍物呢。有人猜是洛尘宗九灵鞘公主，有人猜是冰宫公主，到现在都是个谜。县长，要进去看看吗？晚辈给您带路。来都来了，那就看看。这就是上3境的实力，太恐怖了。不是说都保存下来了？鱼皇呢？之前还在龙椅上啊。哦，肯定是九灵鞘公主派人挪走的。这次4宗擒龙他回来了。没意思，走吧。前辈，您没感受到上3境的意境吗？没有。其他修士呢？不是说4宗擒龙来了很多人，都去千金楼赌灵石了，压住赌哪宗能拿到烛龙，赢了能拿法宝机缘。哦，那就去玩玩。我如今名动东周，压兵攻营的人肯定不少吧？怎么还有平局？平局是什么意思？4面旗代表烛龙落入4宗手里，这平局啊，就是4宗都没抓到，或是烛龙死在斗法途中。虽说概率低，但上了赌局，总归有人能赢。看不到各宗的压注情况吗？前辈，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吧？这数据是不是作假了？怎么兵宫会排在最破位？这位道友，想必你是刚修行不久吧？我修行多久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小伙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这擒龙战可不是单纯拼宗门实力。那道友有何高见？兵宫墙是以前的事了，中州刚打过兵宫，公主、副公主抽不开身，斩道长老是宗主长辈，哪会下场跟小辈抢烛龙？兵宫不是还有一人刚突破上3境？重点就在这儿，徐云刚晋升上3境，拿个什么洛尘宗妙音门的老牌宗主斗，根本赢不了。徐云刚出关就斩了数位中州上3境长老，连星宫斩道宗主都被徐云伤了，怎么会打不过？所以说你年轻啊，身在修行界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亲眼见过，不都是兵宫自己传出来撑场面的？10年入上3境，还能越境斩道，你当写话本呢？这次兵宫派来的就是江公主那弟子，听说才0宫境，只要江宁霜不下场，兵宫必输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。难道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烛龙从未滥杀凡人，今却要落得这般下场。拿着，全部投注兵宫。前辈，这些全是上品灵石。你跟了1日，这是报酬，全押兵宫，赢了归你。前辈，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，要不分投别家？不行，只能投兵宫。兵宫300上品灵石，前辈自己不下注一些？不需要。昭月城东周商会会长陈正投注兵宫300上品灵石。陈掌柜发了横财，300上品灵石送兵宫，真大。兵宫公主没下山，徐真人夷敌3，怎么赢？去，4宗未战，你们怎知兵宫会输？您不知徐真人是中州12楼私生子，隐藏修为。我是听说徐真人是被先天仙剑剑灵夺舍，才有太七剑。依我看，是兵宫老祖夺舍，所以新宫来攻时，老祖全未现身。我听说的不一样，徐真人是靠自己修炼到游虚境的。终于来个靠谱的。为什么苍兰大陆10年晋升游虚？你找一个出来，找出来我叫你爹。急什么？靠自己未必是常规修炼。可知江公主为何只选徐真人？江公主找的是9灵鞘双修炉鼎，
10年间以仙品双修秘术助徐真人破境。这还不如12楼楼主私生子靠谱。那一剑分割东周，定是楼主暗中护道。很快，你们就知道哪个靠谱。处师旨。洛尘宗楚微微见过徐前辈。李宗主呢？他不打算出手吗？师尊他已经去寻烛龙踪迹了，前辈倒是一点不着急。难道江公主也跟着下山了？你猜？前辈莫开晚辈玩笑，当年晚辈大言不惭要挑战前辈，让前辈看笑话了。前辈，楚师姐，各位长老，烛龙现身了，在何处？西境恶灵渊附近。走。陈掌柜，听说你也下了注，不一起过去看看吗？再者，这次乃是上3境修士斗府，光是余波便能取我性命，我这个人比较惜命。冰宫的人呢？怎么没人出手？冰宫刚打完大战，只剩个刚入上3境的徐云云，来了也白给。千金楼赌局都没几个人压冰宫赢。徐云云肯定藏在暗处，小心给他人做了嫁衣。徐青云乃上3境，赶到了我们怎会感应不到？哼，他能瞒过全天下10年修为，必有秘宝藏身。这条烛龙，绝不能落在冰宫手中。李宗主洛尘境里有雷龙魂，为何不用？雷龙魂消耗巨大，老夫现在有心无力呀。木门主有冰皇魂在手，不也没拿出来？冰皇尚未祭炼完全，我怕坏了大事。别藏了，烛龙逃了，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这就成了？不知。不好！徐小友，好久不见。坠仙谷一别，已经进入上3境，毕竟我们是长辈，本座这么叫你，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木门主确实年长，是我曾曾祖母辈，一个称呼而已。和江凝霜一样厚颜无耻。多谢3位前辈出手扶龙，这烛龙我冰宫就收下了。这烛龙你冰宫拿不走。怎么，3位宗主今日想以大欺小，以夷多欺少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笑话？哼，笑话！你与你师尊这些年劫掠多少东收，也好意思提这个？不一样，我与是3个老人合伙欺负我一个新人，这才叫以多欺少。我们不想伤你性命，徐小友，本座劝你还是就此离去吧。多谢领宗主好意，但还未交手，你怎知我会输？上3境一旦出手，必定见血。我没听错，刚晋升上3境就敢一次挑战3位宗主。我看他是少年得志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境界人数都摆着，再天才也不可能赢。太狂了！他师尊当年刚晋升上3境都没这么张狂。狂点好啊，不狂怎么叫少年呢？年轻也没用啊，性命只有一次，丢了可就没了。既然3位前辈怕坏了名声，不如我们一个一个来。我若胜了3位，你们不得阻拦我带走烛龙；我若输任何一人，冰宫再不插手烛龙之事，如何？你这小子怎么完全不似当年，猖狂得很？那便让本座先来领教高招。杨宗主，你轻敌了。太轻。对不起了，杨宗主，我比较赶时间。太清剑诀，一剑开天。学道有剑道卓绝，本座佩服。此战
是你赢了。有序手就越胜了宗主，才2招啊！木门主，你我谁先出手？本座先来吧，你出手了，可能就没本座出手的机会了。看样子这一轮是木门主准备出手了。怎么，徐小友这是打算放弃了吗？木门主想多了，不如加个入如何？你欲如何？木门主把手中那件仙器扎上如何？若是输了，那琴便归我。如你所愿。太清剑诀，一剑开天。9天兵弦动，黄霜复9重。咸宁千丈冰，黄历万山平。漫卷双玉刃，一动藏千军。琴音铮铮响彻寰宇，音色清越，却带着刺骨的冰寒。太清剑诀，星河倒悬。冰宫这次还能赢吗？既生云，何生我？你赢了，这么容易就断了，该不会是故意弄坏的吧？李宗主，接下来靠你了。他刚赢了我，消耗肯定极大。我知道。李宗主，别愣着了，请出手吧。快走，那猪龙要冲出来了！猪龙跑了，快追！小辈，念你当年助吾脱困，吾今日不伤你，赶紧滚！我勒个洞，你居然会说话呀！吾乃8境巅峰烛龙，自然会说话。再追修怪吾不客气。哦，那你再看看你后面呢？屠龙鼎！可恶！不好，伏龙鼎还真在徐云云手中。来不及了，二位先屠龙。若不想死，快到鼎里来！三位前辈，这烛龙我冰宫就收下了。本座就不信你能逃得过我等。算了，不用追了。为何不追？冰宫本就势大，再得了游序巅峰的烛龙，今后东周就是冰宫一家独大了。现在徐晴已经收服烛龙，冰宫不会坐视不管，况且也未必追得回。接下4州反而得不偿失。早知道该烛龙全身是宝，也好过现在整条被徐青云顺走。二位不必担心，烛龙是上古遗种，奥潮极重，冰宫未必能让他臣服。况且烛吸干了多少灵脉，冰宫也养不起这朝天。他们这就放弃了？他们已经走了，快放我出来！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冰宫。冰宫？什么破门派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你带我去那里做何？做什么？当然是当镇山神兽了。你当我真是大发煞善心？什么？绝对不行！你之前不就是星宫的镇宗神兽吗？怎么到冰宫就不行了？你们人族没一个好东西！是你先吸食灵脉，害得民不聊生。本尊没伤过凡人，你别诬陷本尊！灵脉吸尽，草木枯水源竭，凡人迟早饿死，这账就得算你头上。你跟那些修士有什么区别？落到其他宗门手里，你要么被分尸，要么被强种契约。我不杀你，你不想正宗，
也可以做我的灵宠。休想！吾乃烛龙，怎可能做你的灵宠？你放吾出来酣战一场，你赢了吾随你处置，输了就放吾走。我又不傻，为什么要放你出来打？你现在都落到我手里了。要不是那3人捣乱，你有伏龙鼎也擒不住本尊。可惜没有如果，快选吧。镇宗神兽不可能，灵宠更是痴心妄想。你擒住本尊又能奈我何？当然是一把抓住，顷刻炼化。笑话！吾乃真龙，天下有几件法宝能炼化真龙？是吗？现在困住你的伏龙鼎，不就是吗？坏了，这小子居然知道这鼎的来头。要本尊答应你也可以，但你得先放本尊出来。我放你出来，你要是想逃怎么办？本尊乃烛龙，1言9鼎，若言而无信，甘愿五雷轰顶，修为尽失成堕龙。行吧，我放你出来，说好不许逃。修行路残酷，尔虞我诈是常事，谨慎些总没错。年轻人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看在你救过本尊2次的份上，今日不杀你，后会无期。你都立誓了，不怕天道劫罚吗？本尊说的是，本尊不是无信之人，跟本龙有啥关系？跟我斗，本尊活了上千年。雕虫小技，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做的手脚？不愧是克楼族的法宝，果然好用。前辈还好意思说我老东西越老越狡猾。你说谁老？谁是老东西？有胆量再说一遍！放肆！你竟敢与本尊这么说话！有本事放开本尊，看本尊手撕了你！你，该不会是条母龙吧？算你小子有眼光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本王老吗？本尊这容貌是不是风华绝代、倾国倾城？看呆了吧？哦，男子见本尊不动心，要么有龙阳之好，要么就是不太行。你是哪种？都不是。我说你一大把年纪，怎么能想这么多？本尊只护卫兵工，不做看门的，有时限，所有吃穿用度宗门全包，答应就走，不答应就放开本尊。先跟我回兵工，放开你想都别想，你太狡猾了。但你必须住本尊的2个条件，不行本尊马上就走。化形好多神通使不出，实力大打折扣。身为烛龙便足以自傲，谁见了不跪？你还想冠绝东周、冠绝兵工等的，连穆长老都比不过，更别提我师尊。穆长老，你师尊是谁？快带本尊去见他，本尊要跟他比一比。你个大男人怎么玩花店？不对，这是你们人族的道侣印记。什么花店？什么道侣印记？我明明还没和师尊结业。是那颗黑离子，就刚刚本尊化形的时候出现的。什么？你不早说！逆徒的事，本宫竟看了全程。找烛龙时行迹录了印记，这逆徒回宗必然要察觉。寻常手段压不住许青云，修为追不上手一簪，只能找别的法子。本宫翻此书是为调教逆徒，资之重道，就当是修炼功法。不好，是小姨。小黄黄，一整天没见你出门，在屋里做什么？本宫在修炼，小姨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自然是为了你的修炼之事。我之前说的能助你修行的神物，你可信？我信，我曾见过类似的法宝。我今夜便要离开一段时日，特意来与你告别。那神物我去就回，是去取助我10年突破斩道的神物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，没有危险。这宝物只对你有用，对旁人不过是普通先天法宝，只对本宫有用。难道是专门修炼太阴之力的法宝？不错，这法宝专修太阴月华，能助你修行，但会加重你晋升斩道前的反噬。不能说吗？要拿的到底是何等法宝？怎会堪比先天法宝？此法宝名为凝月灯，只需月光照射，便能在灯中凝聚太阴月华露。太阴月华露至阴至寒，对大多数修士来说都不上什么宝贝。但你是天生太阴神体，又修炼素女冰心诀，太阴月华露便是你修行最好的助力。晋升斩道境前这10年，你可有苦头吃了。多备离火丹，迎月之夜能少些痛苦。那此物现下在何处？当真没有风险吗？真没有，小姨去拿。若有风险，如何能带回来给你？等小姨回来即可。不在东周，当然不在。若在东周，就算你没修成太阴之力，本尊也会去取。你那小徒弟呢？不是说和3宗抢烛龙去了，还未回山？应该快了，归期就在2日之内。你倒真不担心，他刚晋升上3境，涉世未深，斗得过3宗那3只老狐狸？他的实力，小姨不是见过，又有你给的护身花瓣，可挡斩道修士。本宫教出的弟子，本宫自然相信。唉，你自己收的弟子你都不担心，倒显得小姨多嘴了。这话该对小月月说，你可别闲坏了自己。大晚上还惦念本座，难道是公主看本座太辛苦了？岳恒风，这是公主要下山？怎么可能是公主？那是穆长老。穆长老，
怎会突然亲自下山？难道是小师弟出事了？不对，公主都没动静，不可能啊！为什么徐师叔出事，公主要先有动静？因为师徒啊，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打听。这么晚了还过来做什么？宗门内又有事？不是，西楚刚传回消息，穆长老下山却不是为了徐师叔。徐师叔大败3位宗主，毫发无伤将烛龙收服，过几天就要回山了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可是不对，师弟才刚晋升游虚初期，毫发无伤败尽3位老东西，消息有误吧？绝对没有，许多修士都见到了，3位宗主答应轮流对战，还把穆门主的9天冰皇琴赢走了。原来如此，小师弟还真帮本座把仇报了。老妖婆，穆青那老妖婆肯定气死了，既输法宝又丢面子。师尊，你哪里疼徐师叔了？大人的事，你个小孩懂什么？可师尊好像确实没帮过徐师叔什么嘛，为师帮了公主，公主才能腾出时间教你徐师叔，这全是为师的功劳。赶紧回洞府看春秋去，本座去玉衡峰找公主。副公主深夜来此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当然重要，刚从西楚传回的热乎消息，师弟轮战3位宗主毫发未伤，还擒住了烛龙，已经在回山路上了。本宫知道了。算什么？师弟大捷，公主就这反应？早就在本宫预料之中，该是什么反应？除此之外，师弟还从穆清流手里赢了9天冰皇琴，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？琴抢回来了，坠仙谷的气也该出了。真是块捂不热的冰山，我都担心师弟以后怎么融化你。公主，师弟立下大功，修为够格，职位该怎么安排？什么职位？师弟现在是上3境，立了2次大功，按宫规早该升长老以上了。那给他安排冰宫大长老之职。不合适，长老地位比峰主低，其他峰主才神态巅峰。要不把我这副公主之位传给师弟，事务都交给他。不行。那就再加1位公主，我们3人共同治理冰宫。这更不行。为什么？师弟的修为功劳完全够格啊。他资历尚浅，管不好事务，是本宫弟子，当了副公主岂不是乱了辈分？不对啊，公主你还是我师叔呢，怎么到师弟就不行？那不一样，本宫不是你师尊，他是本宫亲传子。这倒是，那总不能随便安排个职位吧？给他当个峰主吧，上3境修为，其他峰主不会有意见。可内门就7峰，总不能平白多1峰，也不能赶其他峰主走吧？本宫的玉衡峰可以分开，公主是公主，峰主是峰主。好办法，我明天就拟章程，等师弟回来商议。对了，穆长老早该封太上长老了。我没看错的话，穆长老下山了。先定好决策，等穆长老回来，2人大典一同举办。穆长老还需多久回山？应该不会超过1月。不做正宗神兽，便剥皮抽筋。师弟，这烛龙是母龙，还能化形？对啊，师姐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他说他不要做冰宫正宗神兽。是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你把他收为灵宠了？哪能啊！我这不是带回宗门请师尊定夺吗？让本宫定夺，他便只有这一条路。喂，本尊还在这儿呢，能不能先放本尊出来？那小子，你上山前怎么说的？2个条件都满足，本尊才留冰宫。你答应他什么了？其一不做看门的，其二冰包他吃穿用度。要吃要喝什么都不做，真把自己当盘菜，不如剥皮抽筋，也算不浪费机缘。你们不能这样，要爱护小动物，不知道吗？我在坠仙谷睡1000年，是你们闯进来吵醒我，我就吃了几个搅人的，之后没主动出手，还被你们抓来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听着有理，但修行界本就弱肉强食，出了冰宫，你只有被镇杀瓜分的下场。对啊，先答应下来，借灵脉恢复修为，等本尊回巅峰，想走谁拦得住？本尊可以勉为其难答应，不过吃穿用度，冰宫总得管控吧？别的都能满足，敢打灵脉的主意，本宫照样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既然都答应了，还不快放本尊出来？等等，什么？你们威逼利诱完还想反悔？自然不是，想出来就跟本宫签本命契约，不签就永远待在里面。什么？不是说是做正宗神兽吗？签订本命契约，本尊不就成你灵宠了？绝对不行！修士宗门的正宗神兽地位和宗主差不多，长老都要敬3分，怎么到这儿就成人下人了？吾乃烛龙，绝不受辱。你说的那是活了多年的老神兽，收服他们的第1代主人早仙逝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不敢答应，难道是真有不轨之心，只是假意应承？这师徒俩800个心眼子，一路下的套全被徐强云看破，现在连江凝霜都骗不过，留着当吉祥物，不用出力，还能安心修炼，比在外躲躲藏强多了。签就签。天地为证，混血为气，契成。好了吧？现在能放本尊出来了吗？出来吧。
记住你镇宗神兽的本分。这冰宫景致倒是不错，本尊住的地方在哪儿？那儿，以后你跟本宫徒子里的灵宠住在一起。灵宠？你还有灵宠？在哪儿呢？他都在这儿躺大半天了，你眼睛长哪儿了？他一条狗当灵宠，你小子没开玩笑吧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本尊第一次听说有修士拿狗当灵宠，还敢凶本尊，狗敢凶龙，以后在狗圈里够你吹一辈子了。不过这狗长得真奇特，像狗又似狼的，本尊活这么久从没见过。你这灵宠到底是狼是狗？不对，它身上怎么会有麒麟血脉？这到底是狼是狗还是麒麟？是狗，不过是吸收了麒麟精血的麒麟狗。麒麟狗是灵宠吗？为何他没签订命契，本尊却要签？你能看得出来？当然了，这又不难。不过你还没回答我，凭什么他不用签命契？他从小跟着我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是个废物，但至少没不轨心思。至于你，那就不一定了。4阶修为也太差了些，难怪只会狗叫。他还能说话？当然，不过得修为提升才行。他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啊？他还需要修炼法门？当然了，他们要是自己会修炼，山里的野兽不都成妖了？东周妖族稀少，哪来的妖族修炼之法？养了2、3年也没见他进阶。你们没有，可本尊有啊！不如以后让他给本尊当小弟，本尊尊教他修行如何？桑彪，这以后就是你同事了，叫人。差点忘了问，你有名字没有？要不让我师尊给你赐个名？不用，我有名字。听好了，本大爷名叫东方礼。哦，他叫丧彪。没本宫命令，不许随意走动，更不要妄想对冰宫不利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师弟，这琴弦怎么断了一根？我也不知道，拿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。那拿到之前呢？还是完好的。木门主就是用此剑法器与我对战。奇怪，9天冰皇琴好歹是仙器，怎么那么容易坏？还是穆老妖婆故意损坏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师姐的仇我报了，琴要不要全看师姐自己。我只是报穆清流夺宝之仇，这琴根本不适合我，只要不在穆老妖婆手里，我就乐意。这9天冰皇琴还能用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那就试试。是徐师叔带回来的先秦异象，真气派！这下某个门主怕是要气死了。这冰皇比我和木门主对战时小了许多，气息也弱，是受了断弦影响。怎么不知不觉玉衡峰及其麒麟、冰皇、烛龙、白虎4只神兽了？哪有白虎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9天冰皇琴，师姐你还要吗？正常，公主大道至阴至寒，本就和冰皇更亲近。苏清月不符合冰皇的素雪凌霜，本来就更适合你师尊。那师姐不打算要了？苏清月本来就没打算要，只是让徐云云把冰宫的东西抢回来。苏清月已经借祸心灵成本命法宝了，哪会要徐云云拼命抢来的东西？师姐当年知道徐云云有4柄仙器时，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年谁知道徐云云藏了修为？就算徐云云神坛巅峰也不安全。还好徐云云闭关没下山，不然引来老东西出手怎么办？那是徐云云错怪师姐了。本来就是。等一下，只是断了弦，又不是全毁，接上不行啦。此法不通，先琴断弦接上也无法复原。这琴弦是冰蚕丝所制，没有寻常琴弦可替代。冰蚕丝，咱们冰宫库藏里有吗？应当没有，不止冰宫，整个东周没有。冰丝产自其他州，一小段便价值不可分量。那算了，去其他州费那么多精力灵石，不划算。我已有祸心灵了。苏清月看冰皇亲近你师尊，不如给你师尊徐云自己用也行。不想要就冲入冰宫库藏，以后拆了也能物尽其用。你送你师姐不要的东西给本宫做甚？本宫不要。师尊，我本来也没打算给师姐啊。那你刚才还跟她说那么多，当本宫瞎吗？我那是让师姐自己放弃，琴都损毁了，硬塞师姐也不会要，本来就和师尊更般配。你说真的？上次手一簪的事，你还敢说没骗本宫？那叫瞒，不叫骗。弟子什么时候敢骗师尊啊？算你会说，本宫修的是剑道，这琴未必用得上，便先替你收着。师尊怎么不做啊？站着不累吗？你不做，让为师怎么做？师尊，这不好吧？要是让穆长老发现怎么办？发现就发现呗，你还想瞒他一辈子不成？不是你说等一段时间吗？穆长老那么古板，知道了还不得活刮了我？逗你的，小姨不在冰宫，有事出去了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啊！你干什么？急什么？结界都不布，想让人看笑话吗？多日不见，师尊瘾都快犯了，先让我吸一口。穆长老因何事出去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去拿凝月灯，祝我10年内达斩道8境，短则半月，长则1月回。
半月够久了，以后总算不用偷偷摸摸的了。逆徒小姨不在，你也别太过分。本宫还是你师尊。师尊是我师尊，可不也是我道侣吗？谁说的？本宫可还没答应。师尊，这印记你作何解释？逆徒，你眉间长东西，问本宫做什么？这是道侣印，结为道侣才会有，不是师尊是谁？本宫不管，反正不是本宫做的。哼！既然师尊不认，弟子就激发印记，看看谁还有同款。别！你师尊这也有，现在总该解释了吧？本宫不知道。这印记是下山后才有的，之前穆长老在，我们哪有时间结印？闭关前，师尊让我等了5天，给的那颗黑莲子，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可能是吧，谁知道炼化莲子会生出这东西？哦，那师尊怎么也有印记？你也炼化了一颗？莲子一黑一白，你都吃了会排斥，留着浪费，本宫才炼化的，谁知道会这样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师尊当初离山几天，就是为了这颗莲子？这莲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总不能就叫黑莲子吧？这是双生并碧莲的莲子，青莲宗的镇派之物。师尊把他们镇派之物抢了？什么抢？本宫付过灵石了，是交易。是买的。那他们没了镇派莲子，还叫青莲宗？笨，他们靠的是那株并碧莲，500年就结新的。所以只要炼化这并碧莲子，就会结道侣印？才不是，得2人真心，莲子连心，不然就是普通机缘。原来如此，师尊，你早就对我……所以，真只是弟子图谋不轨吗？现在还是在外面。外面怎么了？有师尊布的结界，没人看不见。逆徒会被别人看到的，在外面不许乱来。逆徒，你要做什么？师尊说外面不行，那就回房间。不行，快放本宫下来！天还没黑，不可白日宣。宣什么啊？师尊这是在给弟子助兴。别挣扎了，这是捆仙绳，你挣不开的。捆仙绳？师尊，你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？坠仙谷里那2人断掉的捆龙索，本宫拿来练的。原来是那堆破烂儿，师尊捡回来就为了捆我，给弟子松开呗。休想！叫你天天欺负忤逆为师，今日本宫要好好调教你。师尊，你这是喜欢玩捆仙绳艺术？师尊太紧了，放松一点行不？休想！本宫不好好收拾你，你就不知道谁大谁小。不正了，弟子都要看看师尊想怎么罚。不能害羞，要拿出师尊的气势，不能总被逆徒压制。师尊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当然是惩罚你。任何时候你都只是本宫的垫子而已。师尊打算就这么捆着弟子做多久？1晚上。不行啊，师尊，弟子下山又是大战3位宗主，又是擒龙，连夜赶回冰宫都没合眼，今晚要休息的。你已经躺在本宫的榻上了，本宫又没不让你睡。师尊，你知道的，不抱着师尊或不被师尊抱着，弟子根本睡不着。哼，爱睡不睡，睡不睡着谁管你？师尊，你休得胡言。这就结束了？还是说天色晚了，怎可能这点惩罚就放过了？本宫今日就要教教你如何尊师重道。哦，师尊想如何教？今晚便罚你侍奉本宫，去打盆热水进来侍奉本宫坐足。啊！逆徒，你难道不喜欢这样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只是师尊变化太大，弟子有点不适应。弟子好几年前就提过，是师尊一直不答应啊。哼，以当时的情况，本宫怎么可能答应？你也敢说？师尊不是怀疑弟子不喜欢吗？弟子这就证明给师尊看。是小姨回来了。来得倒巧。小双双倒是来得快。这便是那条在山下作乱的烛龙。是。实力也不怎么样了。东方离，这位是冰宫的木子烟长老，以后不得无礼。小姨，放开他吧。念你护主心切，暂且饶了你这次冒犯之罪。这次下山擒龙的不是你的弟子吗？怎么到头来烛龙与公主签订了命契？他已经有丧标，豢养2只力有不及。烛龙境界太高，怕他控制不住，只好交由本宫收服。确实，你们师徒俩谁收服都无所谓，反正都是一样的结果。小姨，
这便是你说的法宝凝月灯。先前你说这是先天仙器，为何本宫感受不到半分先天法宝的气息？凝月灯跟你徒弟手中的伏龙鼎一样，只有特定用途下才发挥先天仙气威势，为你凝聚月华正是其中之一。以后夜里你便用凝月灯收集月华露，白日炼化，10年之内必能晋升斩道。但你万不可懈怠，凝月一灯使用反噬只会更大，你晚一人突破，便要多受一日反噬之苦。小姨放心，本宫明白。这不是水月仙？本尊劝你，知道什么最好烂在肚子里，敢乱说，本尊亲自斩你头颅。这便是虐灯？穆长老从哪儿弄来的宝贝？不会是从其他州抢来的吧？不清楚，小姨未与我说过来源。她既带回宗门，应当处理好了一切。刚刚那是穆长老回来了，我见峰上有异象，特意来瞧。这是何法宝？看着好神异。穆长老为他竟出山1月有余。此物名凝月灯，可凝太阴月华，炼化成露，助我10年内破斩道境。10年内突破斩道？真的假的？那我也能用吗？此灯凝的是太阴月华，练了修太阴之力，你又不修，觉得能用吗？哦，不对啊，公主，炼月华露修太阴之力，那反噬不是更重吗？修道哪有坦途？虽加重反噬，但10年能破斩道，这买卖不亏。有道理。那离火丹可还够用10年？不够，但没了离火丹也死不了。只要我不下山，出不了意外。这次还差哪一位灵药？我去想办法找。沧海灵谷，上次去坠仙谷寻到一株，结果被这家伙给吞了。啊，我吗？你在谷中吞噬机缘时，把我们要找的灵药也吃了。我当时吃了那么多，哪记得过来嘛？那什么沧海什么湖，我又不认识。怪不得你，当初要不是星宫弟子横插一脚，灵药也不会落进你嘴里。难道其他地方没有了吗？就目前而言，东周没听说过哪里有沧海灵树，可能有，但绝对没被外人所知。非沧海灵树不可吗？没法用其他灵药代替？无药可替，不然本宫也不用亲自走一趟坠仙铺。或许其他州会有吧。沈作也没听过这是什么不世出的宝贝，怎么整个东周都找不见呢？正常，沧海灵虽对生长环境十分苛刻，灵气浓度达标才能生长。东周灵气稀薄，产量少很正常了。那去其他肯定寻得到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但东周与世隔绝，向来与其他州不通来往，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师姐，你上次送师尊的木火泉不也是从东周得来的？托人寻一株，或者我亲自去不行吗？恐怕不行，东周与中州相隔多远，没人说得清。要跨越2州，只有3种方式。第一种，修炼到仙人境方可跨界，就算到了中州，也定会耗费极大。第二种是坐苍妙船，要4、5年光景，吐出上3境都有陨落风险，来回8、9，你师尊都快突破了。最后一种，不是有上古传送阵吗？西周大妖、中州修士都来去自如，或可一试。还是不行，上古传送阵需要的灵石特殊，只有投入极品灵石方可启动。极品灵石？寻常灵石投进去和废石无异，必须极品灵石。东周极品灵石稀缺，我冰宫也仅有31颗，启动一次要36颗，去的都凑不兜，更何况回来。对啊，穆长老不是仙人境，1月内就从中州带回凝月灯，没坐苍墨船，只能是用了传送阵。对啊，公主，穆长老闭关多年，我们都忘了，当年他去过中州，这次取凝月灯肯定出了东州。小双双，你不早说，极品灵石已经用完了。无妨，10年而已，这反噬本宫还承受得住。居然一直在偷窥，还好没做什么遇鬼的事，以后可得小心点。这小子怎么好端端提本尊做甚，差点露馅。不过小双双的离火丹不能放弃，恢复之后必须找理由再下山一趟。师尊，弟子上山修行这么久，还没见过极品灵石长什么样呢。看好了，这便是极品灵石。主人，这个能给我吃吗？极品灵石，要是能咬一口就好了。这极品灵石灵气这么足，看着就很好吃嘛。先继续找沧海灵鬼，顺便搜罗极品灵石。东周找不到，就横渡中州。这灯跟手艺簪一样，一会儿普通一会儿厉害，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师尊，你干嘛？穆长老已经回山了。哼，想得美！小姨放下灯就走。冰宫已经没小姨气息，不是受伤，是消耗过大闭关了。真的？这怎么叫欺负？不是师尊自己投怀送抱的吗？胡说！本宫是惩罚你，把你当凳子骑。是，谁让师尊魅力太大？弟子只对师尊这样大逆不道。你还敢承认？不怕本宫狠狠罚你？师尊，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呀？何出此言？本宫能瞒你什么？弟子也说不清楚，就是感觉自从带回东方离之后，师尊就变了许多，变得没那么容易害羞了，与弟子相处时变得更淡漠了一些，甚至什么？怎么？你不喜欢？这倒没有，弟子不是不喜欢，相反，因为是师尊，反而更喜欢了。这点师尊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哼，
算你嘴甜。不过既然不是不喜欢，那你问这么多做甚？弟子只是好奇，弟子下山之前，师尊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弟子下山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。师尊，你真没瞒弟子什么吗？没有，本宫是你师尊，能隐瞒你什么？本宫突然变化，只是不想再放纵你罢了。对，就是如此。若本宫不强势一点，还像之前一般任你这逆徒挑逗欺负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只有本宫拿出冰宫公主的气产，才能镇得住你。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玉衡峰活人救我和师尊，还能是谁？活人？你把我俩放哪儿了？哦，我们好像确实不是人。喂，你过来做什么？为什么喂？小黑龙，你上山1个月，只认我师尊叫主人，还没叫过我呢。我叫你做什么？你又没同本龙认主。那也不能叫魏，不如跟我师尊一样，你以后叫我主君吧。主君？小子别逗你李姐笑，你知道主君是什么意思吗？那得是主人的道侣才能这么叫，也不怕主人知道了打死你。活人？你把我俩放哪儿了？哦，我们好像确实不是人。喂，你过来做什么？为什么喂？小黑龙，你上山1个月，只认我师尊叫主人，还没叫过我呢。我叫你做什么？你又没同本龙认主。算了，等关系公布再说吧。算了，称呼随你便，别喊威就行。是吗？本尊可是冰宫正宗神兽。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小泥鳅。小泥鳅，你成功激怒本尊了。上次是我大意，你才游虚出气，真当我打不过你？是吗？不妨看看这是什么。适才相系耳。伏龙鼎怎么还在你身上？伏龙鼎是我的至宝，不在我身上在谁那儿？我还以为是主人的，你都已经还回去了。看来灵尊也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少得意！我这就上禀主人，看师尊怎么罚你。我师尊正在闭关，你进不去，他也不会罚我。算了，本尊懒得跟你计较，再冒犯我，定上禀主人。不用，他知道。丧彪呢？不是说能说话吗？讲2句试试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才4阶修为，哪有这么快能说话？等下惊掉你下巴。丧彪，过来，给他露2手。总算有点进步，没白教。那是自然，本尊有远古狼神族的功法，便宜你们了。什么功法？太古吞天术。对，就是太古吞天术。太古吞天术是上古狼神族的功法，练到大成能吞日月，人间日食月食都是他闹的。既然能吞日月，怎么现在日月还好好的？不合理啊！你咋这么轴？就是形容厉害。真有妖吞日月，月仙宫阳神殿能答应吗？月仙宫阳神殿，我从没听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都是听来的传闻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你连东周都没出过，中州有啥宗门？西周、南州妖族咋分布的？你知道吗？这些不是你现在该了解的。你刚入游虚境，抓紧修炼。吞日月太远了，你先学会开口说话，天天就会汪2声。灵尊可曾听说过沧海灵犀？不知道，那玩意儿药用价值不高，还挑生长环境，找那玩意儿干嘛？坠仙谷的机缘就是这个？东周没有，中州灵气浓，最适合长这个，去中州肯定能找到。没极品灵石去不了，当时你不也在场吗？嘘，那是你们，本尊有别的办法，只不过什么？本尊有裂空爪神通，能撕空间横渡，多划几次总能到中州。你给我冰宫灵脉吸，1月就会斩到巅峰。小黑泥鳅，你敢吸冰宫灵脉，就不怕我师尊把你炼了？你说谁是泥鳅？本尊生气了，就算你送上门，本尊都不吸。真的，我都打算答应了，偷偷帮你瞒着我师尊。真的？假的，
灵脉给你吸了冰宫和西北风，我师尊说过要把你练法器的。冰宫灵脉动不得，以后有合适的契机，带你去吸其他宗门的灵脉。什么时候？那就要看什么宗门敢跟冰宫作对了。只是有劈开东周的那剑在，怕是没人敢跳出来啊。徐师弟，江公主，怎么两处都布了结界？师姐倒是等得住。师尊，我师姐刚才来干嘛？此事与你有关。冰宫规矩，神台境可任内门长老，资质出众者可任封主。如今其余5封封主皆是神台，你已登临游虚，又立大功，总不能一直做弟子。所以师尊是要赏我个公主当当？想得挺美，真让你当，还不得骑到为师头上来？早晚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师尊快说正事儿，不让当公主，那让我当什么？封主。西风又不缺封主，总不能踢一个下去。而且当封主要住别的封，来回跑太麻烦。当了封主自然住自己封上，还会玉衡封成何体统？本宫不许你回来。不行啊，师尊，没你在身边我睡不着。那就别睡了，这点时间拿来修炼不好吗？修炼哪有师尊想？师尊都是我娘子了，一起睡天经地义。逆徒，谁是你娘子？不是师尊亲手种的道侣印结，还偷偷炼化了并蒂莲子。我只是不想浪费机缘。大不了我不当这封主了，又不能吃不能喝，还不如留在玉衡峰陪师尊。逆徒，你敢！弟子有什么不敢的？师尊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别闹，说正事儿。谁说缺其他封的封主了？玉衡峰不是还空着吗？若是玉衡封主的话，还行。你还嫌弃上了？宗门7日后给你举行大典，授玉衡封主印。师尊，今日修炼的如何？穆长老说你10年锐能突破斩道，是真的吗？自然，本宫天生契合太阴之力，炼化月露并不难，或许都用不了10年。到突破前期，非迎月之夜也会遭反噬。反正又死不了，只要能早日登临斩道之境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可即使不用10年，离火丹也不够用了。没事，为师熬得过去。师尊，你还记得弟子给你的那卷《太上洗髓玉真经》吗？什么功法？就是《太上洗髓玉真经》，能提升资之质。你天赋这么好，练了说不定5年就能突破。你练过没有？哦，你说那个，你不说本宫都忘了，以后有空本宫练练。可即使缩短时间，反噬不一定在迎月之夜，离火丹还是省不了多少。不说这个了，若真5年能突破斩道，还有另一桩事要提上日程了。师尊说的是破尾丹，破荒丹药材可遇不可求，就算是冰宫，短时间也凑不齐，得早做打算。师尊，这龙涎草是不是就是炼制破旺丹的一味原料？2000年，这龙涎草至少2000年年份，能炼最好的破旺丹。逆徒，你什么时候抢来的？本宫怎么不知道你有这等宝贝？师尊，我是做那等强盗行径的人吗？师尊怎么能这么想我？难道不是吗？别以为本宫不在你身边，你在山下做的事本宫不知道。弟子这是继承师尊传，发扬玉衡峰优良传统，这草不是抢的，是换的。换的？谁会将如此珍宝换给你？师尊还记得当年让李长老炼极品开脉丹吗？这药材正是那时换的。师尊，那人能拿出这等天才地宝，不怕他所图甚大，对冰宫不利吗？若这人真想对冰宫不利，根本不会跟你交易。你是本宫亲传，他何必暴露？这2000年龙涎草确实不错，有本事的人持有无妨，弱者拿着反噬祸患，不如给你做顺水人情。师尊果然聪明，只靠几句话就推断出了对方的动机。剩余药材本宫已经命李之阳准备，5年之内足够凑齐2枚破旺丹的原材料。师尊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去洗脚了。洗脚？本宫的脚干净的很，不需要洗了。是师尊自己给弟子定下的惩罚吗？弟子乖乖受罚，怎么师尊还不愿意了？逆徒，你那是受罚吗？逆徒，你就这么喜欢受罚吗？看本宫今晚不踩死你！见过公主。今冰宫大典，万众同瞻。玉衡乃我宗砥柱，镇脉之位。本宫弟子勤勉向道，屡立殊功，正道游虚，杀外敌擒烛龙，扬我宗威。本宫立尔为玉衡封主，赐玉衡封印，执掌玉衡一脉，统辖道孔。参见玉衡封主，参见玉衡封主。所幸心性早已打磨沉稳，若换作10年前，难免心境生懈。恭喜徐封主接任玉衡。
见过徐师叔，不，见过玉衡峰主。灵宫境初期，你晋升到灵宫境了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徐峰主，我确实侥幸晋升到灵宫境。算了，你的事我无心探究。当年你帮过我大忙，与我平辈相交即可。有虚境只需3亿4为压，就能让我粉身碎骨。当年真是选对了路。你们2人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2年前吕兄从坠仙谷脱险，我得知您在找沧海灵素，不知谷中可曾寻到？我当时发现药材，正想告知师叔，恰逢玉衡峰山，直到您出关才得以禀报。没有，那药被烛龙灵尊无意吞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有沧海灵犀的下落？确有其事，但只是消息，是否还在，在下并不确定。在哪儿？沧海灵属之前在凡间吴家祖宅密室中，在下见过一次。吴家祖宅，你确定？在下可以道心起誓，当年离开吴家之时，确实见过沧海灵树。这沧海灵树本座要了，你想换什么？我想请师叔与我一同下山，帮我一个忙。哼，帮忙？杀人吗？不是，不需师叔亲自动手，人由我来杀，师叔只需坐镇，不让任何人逃走便可。你不需要本座出手，说明你自己能解决。对方最高也就灵宫境，何须请我？铝合金不行吗？不行，对方有一位灵宫境巅峰供奉，吕兄先前在坠仙谷重伤，尚未痊愈。况且，就算吕兄恢复巅峰，也只是灵宫境后期，无法控制全场。本座可以帮你，不过你上山修行多年，要是此药已经被人用了，又当如何？师叔放心，我敢确定此药还在。祖宅密室需要吴家血脉才能打开。上一次离去之时，西楚吴家仅剩我一人了。师叔或许好奇，在下这凝气3层的废物，当年为何拿得出龙涎草？我本西楚吴家嫡系，20年前，刘石、申吴并称西楚4大药商，家族传承千百年，藏有天材地宝，龙涎草与沧海灵树，都是祖上传下的。谢家主谢浩然身无仙缘，却不甘受尽，靠着家世搜罗天材地宝，盯上4大家族。我们不肯给，谢家痛下杀手，除提前归附的刘家，其他3家尽皆灭族。我虽侥幸逃脱，却日日承受灭门之苦。谢家之事，本座在望月城便听过一些，所以你之前求本座推荐你入内门，也是为了复仇。我本无意修行，可不入内门，那老贼就要寿元耗尽。未能首战仇敌，吴某无颜下去见吴家先人。20年了，终于等到了。报仇之后，我清开密室献药，若找不到，我还有更珍贵的财宝奉上。其实就算没有沧海灵犀，你这个要求，本座也会答应。只不过沧海灵树对本座意义非凡，本座不容有失。在下定当竭力为师叔取得此药。本座答应你了。现在说说你这身修为从何而来？我这一身修为，都源于杀身灭气诀。这功法不看资质，有灵真窍就能短时间提修为。我5年才到这境界。我当初求师叔推荐进内门，就是为了他。这功法只有内门弟子能接触。放心，此事我应下了。那吴长景这位人手里有沧海灵虚的消息，还请我出手帮忙。此人就是上次送你龙涎草的人。是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无事，他拿得出2000年龙涎草，有沧海灵祸消消息不奇怪。你说他5年到灵宫境，不错，他修炼的是杀身灭气诀，当初进内门就是为了这部功法。杀身灭气诀，居然还有人敢修炼这种功法？师尊这么清楚，这功法的破砖是不是很大？不是较大，是极大。真正一心求道的修士，绝不会选这种功法。本宫以前看过，这功法靠燃烧自身精血和寿元提升修为。难怪他5年能从凝气3重到灵宫境，原来代价是这个。不止，练了这功法，终生止步灵宫初期，
突破灵宫之日，距寿元耗尽就不远了。他名长庚，却偏偏姓吴，当真是命里无长生。发什么呆？他要你何时下山出手？他先下山了，我提前1天走就行，还能在山上多陪师尊几天。谁要你陪？本宫巴不得你早点走，省得天天欺负我，还打搅我修行。现在都是白日修行，我哪打扰你？再说我不在，师尊不都没地方坐了？逆徒，你能当本宫的座椅是你的荣幸，不知好歹。弟子又没说不愿意，师尊这么想，抱多久我都愿意。逆徒，流氓！事关师尊的离火丹，弟子不得不重视。用不了几天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徐师叔，你这么快就到了？你打算何时动手？不急，有师叔坐镇，出不了意外。我先带师叔去取沧海灵髓。百年世家，一夜就没了。徐师叔，到了，此处就是吴家祖祠，密室有修士禁制，非吴家血脉不能入。徐师叔，请。这是答应您的沧海灵锁，这株是尝仙草，凡人服下能增1甲载寿元。空格装的是龙丹草。当年谢家家主寿元将尽，盯上我家尝仙草，谈不拢就下死手，百年世家一夜就没了。让师叔见笑了，这些俗物对我无用，尝仙草也一并送与师叔当谢礼。能请您出手，1株灵墨本就不够。本座说1不2，只要沧海灵属。这尝仙草对我没用。你练的杀身灭气诀损耗寿元，这长恩凿虽不能全效，也能延寿10载，收着。恩情已了，接下来该去谢家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神仙手段，吴长庚是修士，小心！谢浩然老狗死了没有？没死就赶紧滚出来受死！有人敢骂谢浩然老狗，不要命了！快去看，快去看！父皇，是否需要儿臣前去查探一番？不必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这数十年谢家树敌无数，想杀谢浩然的吴长庚不是第一个，不过都是少年意气，飞蛾扑火罢了。父皇先前不是想除掉谢家这颗毒瘤很久，现在怎么反而……当年谢家势大，几乎要压过我西楚皇室，伟大不降，自然该除。但今日的变数就在你是九灵鞘，又是洛尘宗宗主亲传，谢家权势再大，在洛尘宗面前也如尘埃。有你在，谢家绝不敢对皇室出手。千年世家，百年王朝，谢家一家独大，反倒能遏制其余世家发展，替朝廷省麻烦。若谢家覆灭，其余世家失控，朝廷才是真的难管。这便是赤衡之道。所以我们便不管了吗？自然不管，接着下棋。你好不容易下山，谢府那边雷声大雨点小罢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怕是传说中的仙人手段。肯定是仙人出手啊！庶子，今日你走不了了，拿下！见过老爷，见过家主。谢火然，你这条老狗居然还没死，等我来取你狗命！小友与我有何过节？不妨坐下来谈，钱权色随你挑。若愿化干戈为玉帛，条件你随便提。哦，真的？要你这老狗的项上人头，你也给吗？放肆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灵气6层也敢叫大修士，那我算什么？遭报应了吧？灵宫镜！杨供奉，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？谢老爷子勿慌，刚入灵宫初期的小杂毛，我一招便杀。前辈，在下无意冒犯，求高抬贵手饶我一命。你今日若不管谢家之事，本座便不杀你。不管了，以后姓谢的我都不管，我全听前辈吩咐。杨供奉，我谢家供你修行多年，
你竟遇个毛头小子就倒戈！老不死的闭嘴！前辈是上三境真修，我在前辈面前就是萤火比皓月。你到底是谁？闭嘴！20年前，你这老狗为求长生，杀我吴家100余口。老朽认，但滔天大罪都在老朽一人，谢家无辜啊！无辜？当年吴家10家身家就不无辜，谢家一个不留。父皇，儿臣心神不宁，想去谢府看看。莫慌，谢家有灵宫巅峰供奉，出不了大事。结界祖神念，布阵者境界在我等2人之上。启禀陛下，谢府被谢家手段围住，外人进不去，里面人出不出。宫里的那位，别坐着了，赶紧来谢府洗地了。上三境，谢府有上三境修士。上三境，你2人确定？极强，绝无差错。父皇，即刻摆发谢府。朕亲自去。这小子真狠，对敌人狠，对自身更狠。敢问前辈，血脉杀咒是什么？冰宫禁术，可杀尽施咒对象血脉关联之人，轻则折寿，一生突破无望；重则天劫灭顶，尸骨无存。这小子真是个狠人呐！天道无反应，谢家罪孽，当真不轻。多谢师叔出手成全，吴某死而无憾。帮人帮到底，此丹疗伤，配尝仙草，可多活10-20年。你好自为之。多谢师叔。陛下驾到！咱们西朝有要伤吴家吗？有，不过20多年前早被谢家覆灭了。刘氏身无，只剩一个刘家，难道父皇忘了吗？还真记不清了。小世家跟皇室没关联，20年了哪能记得？看来是吴家逃出来的后人报仇来了。只是朕想不通，刚刚为何会有上三境真修在场？一个谢家不值得上三境真修亲自下场吧？父皇，吴长耿在天子脚下镇杀朝廷命官，我们要不要管？管？怎么管？上三境修士都下场了，朕管得了吗？谢家就这样吧，吩咐下去，好生安葬便是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前辈不放话，在下不敢啊！方才前辈的威压，在下可半点不敢不敬。你可以走了，今日之事，你应当知道怎么做。知道，在下今日一直在闭关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多谢师叔一再出手相帮，吴某感激不尽。你我只是各取所需罢了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徐师叔不收尝仙草，我受反噬时，您又超出约定了。只是我修为微薄，时日无多，怕是帮不上师叔什么忙。沧海灵地对我很重要，你喊我一声师叔，这点忙我帮得起。你事情办完了，何时回山？不回去了。我资质差，修行本来就是为了报仇。如今大仇得报，无牵无挂，找个地方终此一生就好。你把长烟草炼化，服以我给的丹药，少用法力，至少还能延寿20年。吴某恭送徐师叔。你们玉衡峰怎么回事？你师尊闭关，你也不在，冷清死了。你都执掌玉衡一脉了，不收几个弟子添点人气，师徒俩占这么好的风，太浪费了。还是不必了，师尊不喜欢吵闹，否则玉衡峰也不会只有我们师徒2人。你倒是对你师尊的喜欢一清二楚。说吧，干什么去了？我昨天出关就来等，到现在才见着你。下山了一趟，去寻炼制师尊所用离火丹的原料。沧海灵火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侥幸罢了，偶然所得。太好了，也省得本尊再跑一趟中州、北州去找了。你小子，你师尊的事儿你比他还着急，真是有心了。穆长老等了一天，难道我师尊一直没出来过吗？没有，结界这2天就没撤过。我本来还想问问他沧海灵锁的事。师尊素来白日修行，怎么如今昼夜不停？小双双，怎么这么久才出来？是不是遭受太阴之力反噬了？不是，只是修炼时总感觉有道韵若隐若现，越靠近神魂越想沉睡，可我想抓住那缕契机，又怎么都抓不住。
这是突破斩道前凝聚天经地华的前兆啊！你不是还要10年才能突破？小双双，你是不是瞒了小姨什么？说吧，本尊不会说出去。是我偶然得到的太上洗髓玉真经，能提升根骨资质，师尊修炼后才会进步神速。世间竟有这种能提升根骨的功法，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，这都能捡到。侥幸罢了。不过你们保密是对的，这功法一旦传开，那些苦寻突破的老怪物不会放过你们，届时引来的敌人根本不是我们能预料的。这功法能改进根植，对斩道仙人境修士都堪称逆天。原来这功法牵扯这么大，当初只告诉师尊果然没错。穆长老要现在给你拓印，不用，你早几百年给我还求之不得，现在，看着残忍。穆长老，你说什么？哼，本尊天赋异禀，岂会修炼这种奇迹一秒？穆长老行事确实神秘，是不是功法有弊端？怎么可能？有弊端我岂能不管？此事你们本该连我都不说，也就是本尊看不上这功法。不是你偏要问的吗？哼，我问你就说。破妄丹材料我数日前已经命丹阁准备了，现在就去天机峰问问，缺什么药材我来想办法。啊？我妈说的让我去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让你师尊跑，还是让本尊跑？你亲自去。若材料齐了，叫李长老把你的那份也一同炼了。见过徐师叔，不必多礼。你师尊呢？怎么了？有事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吴长哥没跟师叔一起回山吗？是不是已经……放心，他没死，只是大仇得报，不愿回山，想在凡间生活。真的，多谢师叔出手相救。下山灭气绝烧受元损心血，他是怕时日无多。那倒不尽然，吴家留了尝仙草，服役我给的丹药，尊嘱咐能延寿20载。我和他儿时是玩伴，当年一同测天赋，他只有2灵桥，只能下山经营家业。你当年的伤如何了？伤势好了，只是根基有损，这辈子难回中3境。你想不想报仇？当年伤你的竹现在就在玉衡峰。师叔别开玩笑，当我们误入陈眠地，烛龙现在是正宗神兽，我哪敢讨债？徐峰主怎么有空来天机峰？要不要老夫教你炼丹之道？此事以后再说。我今日来是问公主吩咐的破妄丹材料，其余药材早就备齐了，只差公主说的那味龙血草。巧了，龙血草我带来了。徐峰主放心，龙血草一到，老夫4、5天就能炼好破幻丹。龙血草在此，劳烦李长老多炼1颗。双人份药材早备齐了，只是除了公主，门内还有谁要突破？给我用的。徐峰主莫开玩笑，你10年就到游虚巅峰，哪用急着备破幻丹？破幻丹放久了药性会流失，耽误破境可不好。无妨，是公主安排备2枚的。隔壁是7品丹炉，你自便。2枚丹我7、8日炼成。师姐，穆长老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穆长老出关进太上长老，顺便商议师尊闭关的戒备事情。丹阁药材可够，破幻丹炼制还顺利吗？李长老3日前就开炉了，还差几天成丹。又不用你炼丹，你怎么在丹阁待了3天？你什么时候会炼丹了？拿出来我瞧瞧。我去炼师尊的离火丹，这有什么好骗的？这丹味是天然的，你这炼丹天赋比修炼还逆天。我早说了，炼丹看一眼就会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难怪3天没回风，原来是去炼离火丹了。师尊，离火丹炼好了，您收着。破幻丹成了，您就要闭关，只剩几天相处，当然可惜。穆长老总不会偷看玉衡峰。油嘴滑舌。奇怪，谁在念叨我？穆长老该不会是出关着凉了吧？我闭关期间不许下山，更不许去天泉峰找你师姐，知道吗？宗门不是封山了吗？弟子哪能出去？你是玉衡峰主，谁拦得住你？有事传音就行，何必亲自跑？师尊这么紧张，是怕我出去沾花惹草？不是，我是怕那些花花草草主动来惹你。我用手一簪修炼5年抵50年，到时候能不能跟师尊同时进斩道？12灵窍加手一簪，还有破妄丹，确实绰绰有余。师尊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妥吗？你5年内连渡2次斩道雷劫，异象根本藏不住。东周有老祖护着还好，要是消息传出东周，引来仙人境怎么办？上次展开大陆的一剑，不可能再有第2次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正常修炼太慢，手一簪总不能放着不用。你的意思是你也要闭关？整座玉衡峰就剩我们2个？我让你们坐镇玉衡峰，不是让你们放肆搞破坏的。切，你看本大龙像是会做这种幼稚事情的龙吗？就是因为有你才不放心，丧彪出来拆家啥也不会，就怕跟着你学坏。坏？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女孩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小女孩？整个东周都找不出比你更古老的生物了，你是要笑死我吗？小子，你的意思是本尊很老吗？我可没说你老。本龙大度，不跟你小子一般见识。我家主人闭关是冲斩道，你才刚入上3境，凑什么热闹？急功近利。待我出关，要是修为在你之上，你又作何感想？小子，你疯了！本尊现在是游虚巅峰，巅峰时期可是斩道巅峰，你拿什么追我？我闭关些时日，玉衡峰有劳师姐照看。冰宫封宗5年，江凌霜这是要破斩道了。
长老，这雷劫气势怎么比你当年晋升时还大？雷劫强弱看资质，小双双是9灵窍，雷劫自然更强。第一道就有这威势，后面的只会更难。是外宗的老鬼，他们敢来抢道客！几个老家伙，不想打架就赶紧滚！视若如初，走了走了，白跑一趟。恭送老祖，有老祖在，宫中渡劫必成。给我破！法相要碎了，公主不会有事吧？好冷，已经转不动了。才刚突破斩道，太阴之力怎么会强到这种程度？是天地精气，公主成了。比本尊预想的快了许多。不过，这劫云为何还没散？劫云目标不是我，难道是徐青云要突破斩道境？公主不是已经渡完劫了？这威压怎么还更强了？不对，这雷劫另有其人，必须赶在雷劫落下前到坠仙谷。刚那是徐峰主，公主怎么也坠去了？逆徒，给我站！这位就是本尊的徒孙吗？跑这么快，本尊出关都不打声招呼。劫云散的不对，本尊得跟上去看看。一定是出了意外，我要不要跟过去看看？不用，老祖已经跟出去了，你留下镇守兵宫，本尊也跟过去看看。师尊的雷劫居然把我也锁定，这雷劫强度比师尊还高，停下就得劈了半个兵宫。这劫云居然比我的大了数倍，他不过多3个灵窍，天道是要往死里劈。师尊，弟子这次真追上你了，还请师尊出谷为弟子护法。你自己多加小心，万不可轻心大意，尤其是最后一道雷劫。弟子知道。你这雷劫不同以往，是苍蓝大陆记载中最强的斩道雷劫，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，就是散尽修为，弟子也不会死，我可不舍得让师尊守寡。贫嘴。放心吧，师尊，弟子什么实力你还不知道，赶紧退出谷去，雷劫快落了。弟子见过师尊。小双双真是有了徒弟忘了师尊，弟子不敢，只是事发突然，无暇禀明。本尊那位徒孙，你新收的弟子？正是，不过不是新收的，已经上山15年了。才15年修为就追上你了，再给15年，是不是都能超越我了？先让我家徒孙安然度过雷劫，这样兵宫就有6位斩道修止，我们几个老东西也能轻松些。你这弟子晋升快的事，回宗再说。师尊，你都知道了，为师只是闭关，又不是死了。5年前那么大动静，想不知道都难。我才闭关多少年，这徒弟突破哪有这么快的？这雷劫竟比小娘教你的还要强上不少。我这徒孙到底是何体质？也是9灵窍，玄道剑体，只跟你资质齐平，雷劫怎么会强这么多？骆老祖，小妍你也来了。都说多少遍别叫老祖，把我都叫老了，要叫骆姐姐。这次不会忘了。这雷劫怎么比小双双你的还强？小徐5年前才刚到游虚初期，怎么就跟你同时度斩到雷劫了？看来小妍也不知道啊，连你这个小姨都瞒住了。师徒俩藏了秘密呢。不过这修炼速度的秘密确实不能轻易外泄。这是天诛劫。天诛劫，师尊，何谓天诛劫？天诛劫是天道发现超脱人间的气息，或是背逆天道之物降下的消灭雷劫。这劫比自刨灵宫的灭世雷劫还强，毫无限制，方圆百里无一活物，全要夷为平地。小双双，穆长老是小双双最亲的人，你可知他徒孙藏了什么秘密？我真不知道，这孩子连我都瞒着。骆姐姐既知雷劫来历，可有解决办法？天劫马上凝成，救人来不及了。办法只有毁了引劫的东西，雷劫自然散。就怕这雷劫是冲你家徒孙来的。快跟我走！天诛劫锁了这片区域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师尊没用的，雷劫已经锁了我，逃到天涯海角都要落下，不如就在这儿扛过去。扛不过去，天诛劫是世间最强雷劫，不灭目标誓不罢休。你15年从凡人升到斩道，身上肯定有不朽机缘，就是这东西引的雷劫。你把宝物拿出来毁了，还有一线生机。终究是陪了我15年，不
不如让他葬在雷劫里。原来不是冲簪子来的，是冲我来的。小姨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别的办法，除非他能亲手把这天劫挡下来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只是这天竺劫连仙人境都扛不住，徐清风才刚入斩道。小姨，这天竺雷劫是不是此方世界最强的力量？是可以这么说。小双双，你想做什么？既然是此界最强力量，用超越此界的力量抵挡就行。本宫修炼的太阴之力，不正属于超越此界的法力？你才刚入斩道，怎么调用太阴之力？挡天劫更是天方夜谭。你现在调用太阴之力，和散道无异。徐云云是本宫亲自收的弟子，本宫亲自授徐云云修行之法。作为师尊，本宫绝不可能坐视不管。逆徒，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本宫！师尊放心，弟子手段多着呢，说不定真能活下来。师尊就在雷劫外等弟子平安归来就好。只是没想到弟子第一次动用云战力，居然是用在师尊身上。还请穆长老将我师尊带到雷劫之外。这是本尊本命法器落星经，挡雷劫有些作用。看在你借我太清剑的份上，借你一用，别忘了用完还回来。逆徒，你要是敢失约，本宫绝对饶不了你！行了，小栓栓，你这徒弟竟是死不了的。真的？你方才不是说没办法吗？毫发无伤确实没办法，但我把落星斩留给徐青云了，最差也能保下徐青云一缕残魂，不会身死魂灭。具体结果要看徐青云自己的手段。落星种只是非先天的献祭，天竺雷劫连超脱此界的法宝都能毁灭，如何能保住徐青云？要开始了。景云云，你若闯进去，只会让他分心，怎能全力应对天道？他肯定能行的。我自然是去想法子救我这徒孙。师尊想到解决办法了。难道只能靠落星斩留他残魂？凡雷劫皆有禁时，最高不超9981条，撑过去便是飞升。史书载天竺劫最多9道，便抹灭过逆天之物，称81道，难。什么法宝？你灵师祖的占星盘。这就是天竺雷劫的威力。法相宁。给我开！你竟自主护主！原来是这样的保命之法，只留残魂于世，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5年连破2境，2次劫法。去你的天道！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苦修50年，不弱于人，天道凭什么要我死？怎么回事？雷劫好像又加强了。师尊，为何会这样？有为师在，徒孙暂时安全，只是剩下的雷劫更难渡了。
这小子这是又在搞什么鬼？我这徒孙竟是想展开劫云，逆伐天诛，这才是唯一生路。古往今来，敢主动反击天道者是第一个。吾今日天诛加身，身陷万死之劫，天当真不供你有误。今遭雷劫，心有所悟，得此一剑，太清剑诀收天。总算结束了。快！什么东西？给我开！师尊小姨，雷劫不是散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认不出，这是天道诅咒。什么诅咒？中咒者最多只剩20年阳寿。不可能！他15年登临斩道，破了天道法则，雷劫奈何不了他，才降这诅咒。小姨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不能看着他死。仙人境来了，也挡不住天道法则。我不信，给我破！旋转律。我们一起上，总不能坐视不管。尽人事。竟真的纹丝不动。一根玉簪竟能撼动天道法则。手一簪。天道诅咒还是落在他身上了。怎么会？手一簪不是打破大阵了吗？玉簪拼尽自身，只破了大阵形态，没彻底消诅咒。收起来吧，动静太大，先回冰宫从长计议。玉衡峰封山1月了，不知里面情况如何？别乱说，公主的事不是我们能议论的。小姨，不是说天道诅咒只斩寿吗？他怎么还不行？别瞎想，他雷劫法则诅咒接连加深，只是耗损太大，需要养元神。那他到底什么时候能行？放心，最差也就这2天了。那就好。小欢欢，小姨问你件事，你和他是不是不止简单的师徒关系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师徒。还撒谎！当年我从乱勋受伤回来，也没见你这么慌过。那是你修为高，他不一样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这小子？没有，你别胡说。还没有，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还撒谎呢。而且，哪有师徒像你们这样似的？他身上的天道诅咒，你不用过度担心，不是没有办法解决。什么办法？办法靠你，或是靠他自己。只要你俩有一个在他寿元诀前飞升，诅咒自己，可只剩不到20年。就算有宁月灯辅助，我也没法从斩道境修到飞升境。谁说只有20年了？难道小姨是说那天的手一簪？对，那玉簪替他消了部分天道法则。依我看，他寿元至少还有50载，说不定还能寻到其他转机。小姨，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知道？当初坠仙谷师尊都没看出是天道诅咒，你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连解法都知道。这有什么？当年我走遍4周，出东周，入中周，登12楼，下南周，访妖皇宫，赴北周，看飞雪，游西周，涉千川，见识花在修行间多些。这些都是何时的事？我怎么从未听闻？都是你出世之前的事，你不知道很正常。正是，小双双也该跟为师交代交代，你从哪儿寻来这般天资卓绝的徒孙？师尊，恕弟子难以从命，需等他苏醒之后再行定夺。不过你俩怕是不像寻常师徒那么简单吧？
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，还搞师徒禁忌这一套。小双双回来，你有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，我们又没阻止你，只要这小子靠得住就行。师尊也找到解决诅咒的办法了。你看你还说对他没意思，一提到他的事儿就这么上心。解除天道诅咒的办法我也研究出一个，有没有用不敢保证，过程还极其艰难。师尊说的办法不会是飞升吧？看样子你们已经想到这个办法了。小姨刚跟我说过，这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我与穆长老虽境界高于你二人，但若论追求飞升结机缘，反倒不及你二人。那可不一定。别忘了，那小子15年就能从凡人修到斩道境，50年从斩道到飞升，有什么不可能？5年前他晋升上3境的雷劫，我亲自感受到了，全宗见证，做不得假。不过，要是之前，或许他还可能在50年内飞升，但现在经过天道诅咒一事，他的修行速度应该也比我快不了多少了。你不是还有宁月灯吗？就算有宁月灯，他修行速度还是比你快。难道只是因为太上洗髓玉真经？不是，太上洗髓玉真经我也修炼到大成，与他并无差别，只是此事事关他的隐秘。还是等他醒后让他亲口说吧。太上洗髓玉真经是何功法？倒像是和我冰宫功法一般，师出道家同源。这是一本可以洗炼修士根骨的功法，能一定程度提升修士的修行资质。这世上竟还有如此奇妙的功法，从何而来？是本宫弟子在上山前就偶得的机缘。你是不是当时就看上这小子了？九灵窍15年到斩道境，还有先天献气。你从哪儿找的这么个徒孙？圣仙大会见徐云伦是九灵窍，怕被别的宗门抢了，威胁冰宫。小双双，你不诚实。西楚公主主动拜你，你都明确拒绝，只收徐云伦一个。没有。本宫岂会，反正不是小姨想的那样。当年我晋升游虚境，太阴之力反噬，寻药时被困上古洞天，在那儿遇到徐青云和丧彪，传送阵要2人同时助力。我传了徐青云9连清魂功，怕功法外泄才收他进门。上古洞天禁制年久失修，你游虚境修为还能破不开，里面有上古蛟龙，被我斩了。那徐青云上山前是何方人士？家中可有亲人？我没细问，徐青云也没说过，只有丧包跟着徐青云。等徐青云醒了问问，要是连来历都骗你，可不是良人。你们关系又不一般，我与徐青云就是正常师徒，问这些做什么？我先走了，徐青云醒了立刻通知我，我和你师尊要拷问徐青云。穆长老走了，你别忘了历代公主口口相传的禁忌，修炼素女冰心诀，仙人境前绝不可破身，否则修为尽废。我靠，谁给老子纹的身？我又不考公，害我干嘛？这纹的也太丑了。逆徒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哭什么？我睡了多久？你都昏迷1月了，吓死本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才斩道初期，怎么会昏迷1个月？那天的古老符文大阵到底是什么？那是天道诅咒，你只剩50年寿命了。我就知道，逆伐天道哪有那么容易放过，还能藏起来。看来这诅咒已经和我元神为为一体，是我控制了。这手一簪替你续了20-30年的命，要是能修复，解咒的几率能大很多。天道诅咒还有办法解？什么办法？再难我也得试试。飞升，只有飞升才能脱离此方天道，诅咒自然解除。这手一簪是界外之物，得用界外之物修，没飞升前几乎不可能。要是它完好，50年顶500年，你肯定能飞升。你说师祖，若如初师祖出关了？不然呢？你渡劫时，我和小姨师尊都在，你当时没看见罢了。见过师祖，见过穆长老。醒了就好，看来你的事小双双都和你说了。正是，师祖有话尽管问，弟子知无不言。你确实是15年从凡人修炼到斩道境的？是，早知道修炼快也遭雷劈，我就晚个10-20年再突破了。别人求一辈子的境界，你当喝水吃饭呢？玉簪毁了你速度，怎么还跟小双双持平？你身上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我说实话，我胡言，二位别当我9灵窍，是12灵窍。师祖，穆长老，我没说谎吧？你小子还是个人吗？有本事出来跟本尊打一场，敢不敢？穆长老说笑了，我这还是伤患，哪敢跟您动手？小姨以大欺小，不怕传出去笑掉冰宫弟子的牙。算你小子说话中听，本尊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日后每次渡劫都会遇天诛雷劫，可要小心，别让小双双担心。我能斩1次雷劫，就能斩无数次，师祖放心。徒孙别装傻，你对你师尊到底是何心思？没有，哼，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吧。真是笨蛋！进去盯着你主人，别忘了本宫之前交代过的事。小子啊，这下露出马脚了吧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敢说对我家小双双毫无杂念，还不老实交代？是，我对师尊心存不轨。好啊你，居然真敢对你师尊心生妄念，想欺师灭祖！是的。小子，
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这可不是开玩笑。这种事我哪敢开玩笑？弟子愿以天道立誓，心悦师尊，绝无虚情。你小子连天道都敢斩，天道岂是还有用吗？弟子对师尊一片赤诚，还望二位长辈成全。穆长老并无为难你的意思，事关凝霜终身，自然要慎重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同意了？你小子配我家小双双，也算勉勉强强。那就没问题了，我师尊也没意见。你说什么？不影响，不影响。二位还有何疑问，我知无不言。小子，你刚那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已经对我家小双做什么了？穆长老稍安勿躁，小双双行事自持，绝不会做出格之事。我如今天道诅咒在身，只有不到50年寿元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小问题。在你们达到仙人境前，万不可逾矩。突破后，本尊便赠你们一份厚礼，助修行1日千里。既然有助修行，何必等仙人境？现在用效果不是更好？功法特殊，唯有修炼才能日辉贯通。弟子提前多谢师祖赐礼。不对，可你又是了凝霜的弟子，本尊却是你师祖，这不乱了辈分了吗？徐丧彪，你什么意思？小双双，我们先回去了啊，记得好好照顾你小徒弟，冰宫下一代可靠他了。这个逆徒，肯定什么都说了。谁惹我家师尊生气了？你说呢？没说有损本宫形象的事儿吧？师尊确定要现在说？哟，师弟终于醒了，藏得够深啊！师尊，这事师姐也知道了。合着你还想瞒我？徐丧彪，你什么意思？还想瞒着师姐我是不？师姐，徐丧彪这称呼从何而来？你不狗吗？丧彪也是狗，你比他还狗，叫徐丧彪正好。这称呼倒是贴切。我晋升斩道的事，不会传遍东周了吧？放心，3位斩道给你护法，消息传不出去，只有我们4个知道。别打岔，你5年2次雷劫，修炼怎么这么快？灵窍比常人多，功法比常人好，还有个界外法宝，就快了点。界外法宝是雷劫里断了的那根簪子？是手一簪，已经毁了。现在我修炼快不了多少了。师姐，给你个赔礼，比仙品飞剑还好。少吹牛，什么东西还能比仙品飞剑好？不要算了，我还省了。不要，怎么不要？公主，这太上洗髓玉真经能提升根骨是真的，你拿回去练练，不就知道了。师尊，师祖卡在斩道巅峰有多少年了？大概80余年了。我拜他为师时，他已是斩道后期，20年后进斩道巅峰，成东周第1人。我破上3境后，他传位闭关，1月前你破境才出关。寻常修士突破仙人境要这么久吗？你是不是有手一簪就忘了正常式的修行速度？你说的寻常修士又是怎么个寻常法？算上手一簪里的时间，我也不比寻常修士快多少啊。我说的就是师祖这样的。灵窍决定上限，8灵窍到斩道就是极限，突破要机缘气运时间趋一不可，80年很正常。对了，好端端的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师祖要是练了太上洗髓玉真经，是不是大概率能破仙人境？我早想提，只是碍于贝贝没说。之前给穆长老，他都没打算练，也不见得老祖看得上。这想法确实可以一试，没人会嫌弃根骨变好。我能快速进斩道，就是这功法的效果。师尊，要不你找个机会去问问先祖。5年前小姨才说要保密功法，你现在这样，不怕消息泄露引来觊觎？现在知道的也就3人，影响不大。等师祖进了仙人境，就没人敢觊觎了。说到这个，今天小姨他们在洞府到底问了你什么？为什么出来后那样看本宫？啊？怎样看啊？哼，别转移话题，说，他们问了什么，你又说了什么？说错一句你就完了。丧彪，你也过来。要是你主人少说一句实话，把你也一起宰了。唉，就聊了修行的事。洛早是提醒我仙人境前不可逾矩，应该是怕素女冰心诀出问题。就只有这些？不然呢？师祖和穆长老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怎么可能问太过分的问题？你跟他说过你知道功法上的隐秘了？那倒没有，穆长老也在场，好像不知情。我怎么敢说？那就好，这是冰宫绝密，历来只有公主代代相传。看来我还是不够谨慎，之前秘密除了师尊谁都不知，要不是意外，他们也不会知道。那是自然，要不是看你对本宫坦诚，当年本宫才不会告诉你这秘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就没说点别的？确实还有，洛导师说，等我和师尊进了仙人境，就送我们一本加快修行的功法。什么功法？不知道，早师没说，只说是仙人境才能修炼的。仙人境离飞升只有1步，居然还有专属功法。你跟本宫进来，为师有事要问你。刚才不是问过了？
哦，师祖他们在外面，是不方便。师尊，你生气了？你说呢？师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弟子刚刚好像没惹你生气吧？刚刚确实没有，可1月前呢？你当日在小姨和师祖面前捆住本宫，可想过本宫是你师尊？师尊，你这么记仇啊？不至于吧？不至于，本宫是你师尊，你却在小姨和师祖面前捆我，你让为师的颜面置于何地？弟子当时不是怕你不理智吗？穆长老都说你气息未稳，强行运功会修为尽散啊。小姨说的只是可能，本宫自有分寸，100年修炼岂会轻易散尽修为？我也是斩刀8境，你能挡我，为何不能？可弟子不是担心你吗？看在弟子是为师尊考虑的份上，师尊能先给我解开不？不行，你虽为本宫考虑，却没将本宫当师尊，哪有弟子束缚师尊的？弟子没把师尊当长辈，却把师尊当娘子，不忍师尊陪我受天劫之苦。你拿本宫当娘子，你若出意外，让本宫怎么办？眼睁睁看你死在天劫下，本宫就忍心吗？祸是弟子惹的，怎能让师尊娘子替我承受？有这么美的师尊娘子在，我怎会去送死？再不济我也会跑，不舍得师尊娘子守寡。谁要为你守寡了？捆仙绳呢？你刚才怎么解开的？刚才见师尊哭，我着急就解开了。要不师尊再把我捆回去？逆徒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本宫？你境界追上了，就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？师尊，弟子哪有？师祖说你是仙人之下第一人，本宫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超越了本宫。师尊，弟子岂敢对您动手？还要隐藏修为？本宫自有办法。这是凝月灯内，灵气竟比领月寒宫还要精纯。是本宫5年前发现的，自成一方小天地，时间与外界无差，灵气是日积月累凝成的。说这么多做什么？此处动静外界听不到，动手！师尊，你来真的呀？你以为本宫在开玩笑？师尊，苏祖说的是生死之章，我才有机会，平时哪是您的对手？师尊，别闹了。逆徒，你敢小瞧本宫？你以为本宫在跟你闹？师尊，不是说只是切磋吗？差不多就行了。放手！本宫在与你切磋，你这样是侮辱本宫吗？弟子怎能对师尊全力出手？何况我师尊瘾犯了，没力气打，必须和师尊贴贴才好。放开！再不放，本宫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难道师尊就真这么想分出胜负吗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坠仙谷和捆仙绳的事，非我有意顶撞师尊啊！逆徒，你先前不是说过，修行目的是有一日超越为师？现在境界追上了，不切磋怎么知道超越没有？可弟子现在已经知道了。逆徒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师尊，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很得意了？你刚才那话意思，不就是觉得自己比本宫强，之前修行愿望实现了，不是得意是什么？这不是没分出胜负吗？那就再打一场。可是，师尊你现在这样，还能起来切磋吗？还不是怪你，要不是你欺负本宫，如何会这样？本宫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师尊那边只过了5年，弟子可是50年未见师尊了。此次从游虚初期升斩道境用了50年，那后面50年要到飞收境，岂不是？其实没用50年，30年就到游虚巅峰，后面20年在夯实根基，也在等师尊出关。没师尊护法，坠仙窟我不放心。只多了20年，要从斩道修到飞收，时间依降仓促。从今以后，你便在凝月灯内修行，里面灵气比外界充沛，对修行有助益。师尊的意思是，以后弟子能光明正大来玉衡阁修行了，不用再偷偷摸摸。以前本宫又没阻止你光明正大来，是你自己偏要偷偷摸摸的。弟子是想啊，不过不是师尊怕被穆长老发现才让弟子如此的吗？本宫没有，明明是你自己害怕，不要推到本宫身上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弟子自己的原因，行了吧？不过以后有理由留在玉衡阁了，那岂不……逆徒，东宁在你还都欺负本宫，当务之急是修炼，解除天道诅咒，竟然还会通晓这些，好色之徒！师尊这话不对，食色性也，这不是很正常？不过师尊说的对，本以为境界晋升能清闲点，没想到更忙，以后忙着修炼，更没时间和师尊切磋了。正好今晚有时间，刚刚师尊不也吵着要切磋？
不如就现在。本宫说的不是这个切磋。师尊，弟子都出关这么久了，才想起今晚是迎月之意，又到太阴之力反噬的时间。师姐之前拿的木火拳还剩一点，不如嫡子今晚侍奉师尊洗脚如何？小双双，大白天坐这儿发什么呆呢？小姨怎么来了？小双双，你脸怎么红成这样？不会是生病吧？本宫已是斩道境，怎么会生病？只是觉得有些热罢了。是吗？小姨这么早过来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我来是提醒徐青云抓紧修炼，就算有宁月灯叉，比你先到非洲境的几率还是更大。对了，徐青云呢？他洞府里毫无气息，你不会留徐青云在你这儿过夜了吧？小姨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为了早日飞升，本宫昨晚就让徐师傅进宁月灯内修行了。只靠宁月灯的灵气不够，50年到飞升境太难。你长这么大还没出过东周吧？小姨的意思是让我们出东周游离？东周太小，出去游历感悟天地，突破飞升境更有把握。可是本宫走了，冰宫怎么办？事务都是月月打理，还有洛如初坐镇，冰宫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师尊早就同意了，但他要求你必须到仙人境才能下山。我也想不通他在顾虑什么。我劝不动洛如初，你们师徒商量好就行，我就不打扰你修行了。等等，小姨，宁月灯内的灵气为何比外界浓郁？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？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小姨还能害你不成？这宁月灯是界外法宝吧？我家小双双真是聪慧。没错，宁月灯确实是界外法宝。它从何而来？你又是怎么得到它的？界外法宝自然来自天外，我偶然捡到的。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你现在专心修炼就好。小姨到底瞒了我什么？我的爹娘到底是谁？斩道境灵力都探不进去，当真是界外之物。师尊，刚才穆长老已经来过了。正是。他应当同你说了，离开东周，路经中州，新宫与我们有旧怨，难保不会出。弟子打算突破仙人境，再一同离开，多耗些时日。只是若遇七情六欲道修士，着了道，便是100年修行尽毁。师尊，当年斩灭新宫仙人的那道剑气，您可知是从何而来？不知。你灵师书闭关前占过一卦，只算出100年内有灭宗位，具体缘由被天意遮了。70年前便算出了，那为何从未告知弟子？那剑气跨越光阴州长河而来，一剑便把东周大陆劈成了2半。那位高人为何要出手救冰宫？剑气余威都能覆灭冰宫，却分毫未损宗门。高人不是为救冰宫，是为了救冰宫里的某个人。事后还把横贯东抽的剑痕修好了。冰宫来历最神秘的就是你和你那徒弟，指不准是为你们谁来的。应当是与我那弟子有关。他是世间唯一的12灵窍，来历本就神秘。当年穆长老抱你上山时，你还是个襁褓婴儿，9灵窍的苗子。我出关后才收你为徒。对了，穆长老让你问你那徒弟的来历，你问了没有？还没来得及。师尊，这是太上洗梅玉真经，弟子带他转交于您。这便是昨日说的能提收根骨、缩短修炼时间的功夫。弟子突破斩道本需10年，修这功法加宁月灯辅助，只用了5年，缩了1半时间。这功法竟与我冰宫心法隐隐契合，有了它，我说不定真能突破仙人境。这心思倒细，还怕僭越？难不成还想让本尊喊他师尊不成？师尊说的礼物是仙人境才能修炼的功法，是只有你2人必须仙人境后再练。提前修炼非但无益，还会让修为一日溃散。到底是什么功法？为何弟子从未听过？既然你想知道，便提前给你保管，等你2人都到仙人境，再一同修炼。这是双修功法。这是冰宫顶级仙品功法，和素女冰心诀相冲，才历代只传不练，修炼速度比寻常快得多。本宫绝不会修炼这种功法。那可不好说，反正都是你师徒俩的事儿。双修乃妖道，我绝不可能练。小姨和洛星祖吩咐我们下山一趟。我们下山做什么？找机缘，顺便找能解除你身上天道诅咒的法子。要离开东周，我需到仙人境才能离开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那师尊想让我何时走？我等师尊晋升仙人境，我们一起走可以吗？我晋升时间未知，可能10年、20年，甚至50年，耽误了你怎么办？机缘可遇不可求，我气运在身，什么时候走都一样。守一簪前辈有遗言，要把簪子送回中州，我本来还不肯。现在看，这机缘也不全是好处。我自小在冰宫长大，从没出去过。冰宫不是还有你师姐吗？是我考虑不周，以后定好好补偿师姐。那你还抱着本宫做什么？不催我抓紧修炼？是师尊自己坐进来，师尊又没自制我报，而只对师尊一人好色。闭嘴！不许说逆徒，不许说也不许想，快忘掉！你要是敢对别人起心思，我立马宰了你。我心悦的从来只有师尊一人。算你识相。我问你正事。师尊想问什么？你之前可有婚约？我只喜欢师尊一人，不信我以道心起誓。住嘴！我又没说不信。那你进上古天天之前是哪里人？可是东周人士？我不是东周人，甚至不属于苍兰大陆5州。宇宙之大，有其他世界很正常。我之前的世界没有修士，也没有灵气，却流传着很多修仙的传说。师尊，
既然弟子的事说完了，那师尊你自己呢？总不可能生来就在冰宫吧？这你还真说对了。本宫虽然不是生来就在冰宫，但还未记事前就和小姨一起上了冰宫。按照我之前看小说的经验，穆长老又搞得这么神秘，师尊的来历一定不简单。什么是小说？按这里的话来说，就是话本，差不多一个意思。本宫都到了斩道境都不能说，不过也不重要了，此事不提也罢。今日本宫已将太上洗髓玉经转交给了你洛氏祖，他可能接下来又要闭关，尝试冲击仙人境。若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他真能突破，我们便能安心离开，不用再担心上次一样有外宗修士来犯。逆徒，你笑什么？我没笑啊，我只是觉得师尊刚才的样子太可爱了。胡说！本宫是冰宫之主，更是你天经地义的师尊，岂可用这样的形容词？逆徒，你再重新说，不能让本宫满意，就让你当本宫一辈子的椅子。还有这好事？本宫说的是认真的。师尊一本正经走过来，然后坐到弟子怀里，难道这个样子不可爱吗？不，而且本宫是不是坐到你怀里？本宫那是把你当肉凳子，把你当工具，这是惩罚，懂吗？原来这是惩罚，弟子还一直以为这是福利呢。这惩罚好啊，这惩罚以后得多有用。本宫明明一点都不可爱，你要是再这么说，本宫再也不惩罚你。好，师尊不可爱行了吧？是冰清玉洁、冷若冰霜的月中仙子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，刚刚的师尊确实挺可爱的。师尊，嫡子说师尊可爱是真，可爱，就是让嫡子觉得喜爱，惹人怜爱之意。逆徒，你刚才，那你喜欢为师哪个样子更多一些？只要是师尊，我都喜欢。本宫问的是更喜欢哪个？真要说吗？我还是更喜师尊原本的样子，冰肌玉骨，冷艳绝尘，比天真可爱类型不知道要好上多少。你说的这些更像是弟子对师尊的崇拜，而不是喜欢。就是喜欢，若是旁人自然只能如此想。不过弟子不一样，弟子就是更喜欢这样的师尊，不是弟子对师尊的崇拜。为什么？你惹本宫生气的还少吗？一天要惹多少回？现在怕什么？快说。弟子觉得高高在上、冷若冰霜的师尊，这样以下犯上，更有成就、征服感。逆徒！师尊，昨晚玩了一晚上的游戏，今晚上我要睡觉了。逆徒，闷死你算了。闷死算喜丧。把这些送到太上长老那里去。要不是看在师弟的太上洗髓玉真经面子上，老娘才不干这累活。公主，你要多久才破境？总不能让我干一辈子吧？还是师弟你像个人，不像你那没良心的师尊，光让马儿跑，不给马吃草。师尊，快看外面！师尊，修士灵宫置于天道下，不是会引来灭世雷劫，夷平百里的吗？灵宫外泄确实会引雷劫，但还有一步，也和灵宫息息相关，那就是铸就仙人之躯。师尊是说，咱们冰宫要出第一位仙人境了。看灵宫的方位，是洛氏祖要突破了。东周千年未有仙人，今日要在我冰宫诞生，脑子转的还不算慢，我还以为你修道修傻了。恭贺洛老祖突破仙人境，冰宫永昌！师尊，这股气息是怎么回事？压得我灵力都滞涩了。这是仙人境的天照，那个方向是冰宫，冰宫有人要突破仙人境了。仙人境，冰州以后真的是冰宫的天下。参见老祖。都安静。老祖，依您看，这次突破的是冰宫何人？8层灵宫对应8灵窍，最符合的也就只有之前就斩到巅峰的洛如入了。30年，我一定能追上。师祖先成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师徒了吧？所有弟子立刻接防御阵，灵力冲击马上到。十平法则，仙人手段，我等斩道境终其一生也难企及呀！恭贺洛师祖铸就仙人之境。都起来吧。不对，雷劫没散。
冰宫还有人要突破仙人境。什么？还有一尊仙人境？不对，是2道69天劫叠加，冰宫还有2尊仙人境。等天劫结束，所有长老跟我上山。第一附属宗门一定是我们桐叶谷的。放屁！就你们也配？这位置是我们青莲宗的。数十年前可是江公主亲自买走我宗至宝并臂莲子呢。穆长老，不是说公主比徐师弟突破慢吗？怎么他俩一起突破了？洛子祖的仙息牵引，加上太阴之力大成，公主便提前突破了。你说谁？公主和徐师师不是2位老祖？天劫气息都锁着玉衡峰，除了江凝霜与徐师弟，还能有谁？30年从游虚到仙人境，这怎么可能？数十年了，终于不用再藏了。冰宫3圣都是8灵窍，不对，这是9层和12层，是江凝霜公主和虚空云峰主。12层灵宫是12灵窍，苍兰大陆从来没有。12灵窍，我拿什么追？微微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莫要结了心结。弟子楚师侄不必失落，人家修炼的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快呢。见过木门楚师侄，你因他困心结数年，心中对他可有怨恨？当年是我主动挑衅，咎由自取，我对他无怨无恨。修为追不上没关系，你姿色天赋都是顶尖，可做他道侣。荒唐！我洛尘宗还没到卖图求和的地步，绝对不行。迂腐，这是佳人配才子，既能让微微得资源，又能护洛尘宗，何乐不为？你们内女修众多，为何不派你门下弟子偏来劝我家微微？我当然想，可他眼极高，当年升仙大会我送福利他都不看，不然能轮到你，我自己都想上。你不送，有的是人送。等消息传出中幽，有的是仙子圣女送上门。可他们师徒那边能同意吗？全凭师尊做。他只是师尊，只要徐道友愿意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不过要是主人公不愿意，那就真没办法了。开护山大阵！之前冰宫前辈渡劫，你我都没受影响，我们离冰宫这么远，怎么还被威压波及？这是9层、12层灵宫的威势，不愧是世间资质最强手之人。没想到小双双也跟着一同突破了。师尊跟弟子徒孙同时突破仙人境，真是魔幻。今日我冰宫一门生3劫，整个苍兰大陆都得掂量掂量。我就怕天劫结束后，像25年坠仙谷一样接天符劫。天符劫有徐小子的诸天震诀不怕，怕的是天道之后还要下诅咒。本尊此番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我已是仙人境悟了法则，加上他们师徒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洛子主，穆长老，这异象怎么和您晋升时不一样？是太阴之力暴乱，小心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记得玉衡峰还有我们俩？太阴之力竟强成这样，亏我先突破仙人境，不然冰宫就完了。洛姐姐，这是历经心魔之量。青云也被心魔影响，剑气外泄，所有人合力稳屏障。仙人境打起来了，快跑啊！终于成了，师尊。公主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出来？快来不及了，赶紧过来！师尊、小姨，你们怎的都在此处？还有，本宫刚刚不是在……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师弟都要飞升了，飞升，忘了吗？小双双，此刻不是伤心的时候，你该笑才是。你们师徒历经千辛万苦，5年内飞升解除天道诅咒，你要让他放心才是。再专心修炼几年，你也得到飞升，你们师徒便能相聚了。天道诅咒解除了。师尊，我在仙界等你。恭贺徐道友得道飞升！还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为什么飞升不了？徐青云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飞升找你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恭贺江道友得道飞升，来到仙界。你是何人？有让我等在此地接应你飞升的。他呢？他怎么不亲自前来？因为他有事，从无仅有的大事，一时抽不开身，只好让我等前来接引江道友。什么大事？连这一会儿时间都抽不开身。今日是徐道友与彩霞仙子结为道侣的日子，成婚之日，你说算不算大事？江道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今日是徐道友和彩霞仙子结为道侣，没时间过来接你这位凡间好友。结道侣对，那稳公在下界这数百年的煎熬，那算什么？师尊若仙友，你怎能将他杀害？
你还是这般视人命如草叶，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。夫君，再怎说妹妹在人间为了能和你早日团聚，艰苦连修到数百余年，此刻有些怨气也是应该的。妹妹从何而来？江姑娘有情晚了几百年，才让小女侥幸先和夫君结了仙道婚契。你笑什么？你说他是你夫君，可你们连手都没牵过。只要你牵他的手，本宫认你做姐姐又何妨？你们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异常的？杀了这老头后，本宫便察觉。你二人一出现，本宫就确定这是心满幻境。那你为何知道我不敢牵他的手？因为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本宫绝不容别的女子靠近逆徒，即使你是本宫，你也不会。你就不怕猜错，外力所化，因此道心生隙？这200年记忆被刻意模糊，可你一幻化出逆徒，一切便原形毕露。心魔劫不是突破灵宫境才有，为何突破仙人境仍有？这不是劫，是幻境。你压了我100多年，我只想出来透口气。外面只过残指间，逆徒上山后我越长越快，这是我夺回身体的机会。现在你输了，立刻消失，放本宫出去。回不去了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马上又能见到逆徒了，终于可以偷吃禁果了。你下流！我便是你，哪有骂自己下流的？不会冰宫还有人要突破仙人境吧？这也太没天理了！这一剑，除了当年星宫攻冰宫那一剑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强的。徐凤主赢了，穆长老，看样子天道诅咒不会再出现了，毕竟已经生效。只是徐青云飞升时还要再经一次天诛雷劫。只是徐青云与江凝霜怎么还没出来？天降异象，是仙人显灵了。我砸了全部家当买的，全身上下就这值钱。同样是晋升仙人境，为什么刚才雷劫的时候没有这些异象？这是传说中的神体异象，身负神体之人才会有这般场面。东周已经多少年没见过了。江公主是太阴神体，这冰莲月轮异象就是仙力里的至寒的证明。于徐峰主能引万剑拜服，是剑修最顶级的玄道剑体，一缕剑意就能号令万剑。楚师侄，徐剑仙这般天资古今少有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仙人异象结束了，快上山拜山，去晚了没位置了。是来挑战本宫，还是楚微微又想跟本宫的弟子切磋？恭贺江公主徐剑仙登临仙境，老夫今日前来，确实与二位息息相关。你们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其一，老夫是来请罪当年龙渊秘境之过的。当年老夫对徐剑生包藏私心，主动提出切磋，反倒搬石砸脚，害我家徒儿道心有袭。老夫以天道立誓，绝无害徐剑生之心。既然误会已解，那便谈谈徐剑仙今日的第2桩喜事。你想说什么？今日老夫厚着脸皮上门，就是想替微微求亲。二人同为灵窍，年纪相仿，求江兄主应允两宗联姻。不答应便拒绝，怎自生这么大气？小探探冷静，他们是上门拜山的客，不能动杀心。你们下山去吧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徐剑仙潜心悟道，看破情关，是我等冒昧了。不是看破情关，是我早已心有所属。师尊，都已经仙人境了，是时候了，可以说了吧？
随你。我就说肯定是苏副公主吧。请问徐前辈，此人是谁？难道他容貌天赋比我更好？我可是9灵窍修士。东周又不止你一个9灵窍。没错，我想劫到的人正是我家师尊江凝霜。是江公主。东周还有第4位9灵窍修士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徐丰公，你的意思是？师姐，此地交给你来主持了，我和师尊先回去了。师弟，干得漂亮！这消息传出去，东周修仙得炸锅，人家俩都是仙人境，谁敢说闲话，不要命了！苏副长公，刚刚我们没看错吧？你都这个境界了，还能老眼昏花看错吗？师尊，这会不会是他想拒绝弟子才找的借口？不会，这事关江凝霜的清誉，徐虚云会拿师尊开玩笑。为什么？以江凝霜的性格，会陪徐云演这种戏？怎么现在才想起我们？知不知道你们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身心伤害？什么感觉？师尊问的是哪件事？还能是什么？洛尘宗提的联姻呗。没什么感觉。还说没有？方才若不是我出言提醒，洛尘宗那师徒俩能安然下山。你那太阴之力都快伤了身边的风主，我从未反对过你们的事儿，只是徐青云都12灵窍，以后上门提亲的不会少，你可得把徐青云抓牢了。你打算何时与徐青云缔结婚契，成真正的道侣？我道侣印记，你们早就结印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在徐青云晋升游虚境之前，那岂不是30多年前？我出关之前就有了。当年怎么不说？穆长老知道吗？师尊没问，小姨也不知道。那道契书呢？没有道契书，你们这道侣印记从何而来？当初徐青云晋升上3境炼化的蕴含道运之物，是双生并碧莲莲子。双生并碧莲，那不是青莲宗的正宗之物，冰宫怎么会有？买的。小双双，这该不会是你特意拿来骗小徒孙炼化的吧？正好一举两得。没有，本宫只是不知道他的笑笑，刚好误食了。冰宫出了3位仙人境祖孙3人同时入仙人境，难怪12灵窍古往今头头份啊！冰宫没炮摇，那就是默认了。你真到仙人境了？你都见我从灵池底爬起来了，还问？不对啊，当年你才游虚初期。哼！师尊是在商议我们离开东周的事。冰宫交由清月旦管，你洛仙祖不再闭关，坐镇冰宫。另外2位老祖也即将出关。另外2位，现在冰宫被5州盯着，多些人手才够周全。也是，等老祖们晋升，功法甚至可以下放给风主长老。师弟，你这功法真逆天，我修炼着都有9灵窍速度。你仙剑是捡的，功法是捡的。那云乐路不会也是捡的吧？都是捡的，还有第3件在文阳，全在一个地方捡的。你可真气人！数千年东周才2件先天仙器，12灵窍玄道剑体先天仙器，最气的是你居然把公主都拿下了。都这时候了，你们俩别骗我了，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师姐，我们骗你什么了？你闭嘴！以前觉得你老实，原来整个冰宫你最精。公主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偷摸在一起了，连手都牵了？师弟你来说，亏我忙前忙后，居然现在才知道。你刚不是不让我说话吗？不清楚。师祖和穆长老25年前同意的，就按这个算吧。合着拿我当外人？公主，我当年放天旋风给你的书，你是不是没烧藏起来了？苏清月，你再胡说，休怪我无情！我不说了，公主饶命！师尊，师姐说的书是什么？气成这样。没什么，与你无关。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下本宫。晋升仙人境后，师尊好像更漂亮了。少油嘴滑舌，叫你去宁月灯里偏不听。宁月灯里冷冰冰10把，哪有师尊身边舒服？难道本宫身上就不冷吗？不冷，师尊身上冰冰冷冷，又香又软。你被人看见，叫为师如何见人？东周修士都知道了，师尊是我娘子道侣，想赖也赖不掉。哼，本宫可没说过一句话。那师尊不愿，为何一听洛尘宗联姻便气成那样？本宫的弟子，再不济，也不是他能配得上的。那师尊承不承认？逆徒，早就说过，你本来就是本宫的。以后不管做什么，永远带上本宫，不许选别的女子，多看一眼都不行。师尊怎么了？弟子怎会选别人？明明就有。逆徒，负心汉。师尊，心魔劫里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没有。还瞒？那弟子只能自己问出来了。幻境里，你先飞升，本宫与你数百年不得相见。那是幻境，弟子等师尊一起飞升，去哪儿都带着师尊。可仙人境到飞升境，何止25年？
我们去东周找解咒机缘，气运不差，说不定不用飞升。你真以为飞升之后那么简单？那手一簪从何而来？界外法宝为何遗落人间？今日兵工安排已妥，越快越好，明天就走。太快了吧！凌迟里那2个怎么办？丧彪从未出过玉衡峰，带着也好，出去见见世面。不够，师尊最好把东方离也带上。东方离已是正宗神兽，哪有离开冰宫的道理？只带丧豹多不方便，让东方离保护丧豹。你想带便带，但明日启程，若再敢丢下本宫，为师绝不饶你。老祖，公主与徐峰主刚晋升仙人，为何急着离开东周？又要去多久？冰宫有本尊坐镇，不必多问。归期不定，1年、10年，或更久。要这么久，竟要离开东周啊！年月灯带了，出门莫招摇。12灵窍已惊动整个修行界。自然，少得罪人，莫与中州12楼起冲突。烛龙来自中州，不明之事可问。若25年后问题未解，无法飞升，你们便回来。师弟，师姐还要当牛做马，平安回来，别让师姐失望。哼！师姐放心，师弟平安回来，合适机缘也给师姐带回。算你小子有良心。恭送公主，恭送徐帮主。带着东方离还真有用，乘龙而行，看着真气派。那不还带了一只吗？怎么只骑我不骑他？东方离更气派，出去骑一条狗算怎么回事？以后这是常事，趁早习惯。这是耻辱，不行，本龙只听主人的。启动传送阵要极品灵石，师尊带了吗？自然。师祖们早已补齐，到了中州或许用得上。那师尊能给我2枚吗？你想干嘛？不能既想马儿跑，又让马儿不吃肉。你想喂就喂。香喷喷的极品灵石，想吃吗？想吗？求我就给你。别以为拿捏本尊软肋，本龙就算从天上掉下去，也绝不吃你一口东西。不要算了，扔了。